是头猪都知道，军区是不能乱转的，我却开着老头乐一脚油门冲了进去。殊不知，这是我唯一能够联系军方领导的方式。就在几天前，我觉醒了强制穿越异世界的传送门，历经九死一生，从满是丧尸的世界活了下来。但再过10个小时，我会再次被强制传送到那个血腥的世界。弱小无助的我，只能求助官方。此时，我如愿以偿地坐进了审讯室椅子上，隔着栅栏坐在上方的方天瑞营长，你知道冲撞军区是十分严重的罪名吗？我苦笑一声，我知道，但现在能够帮助我的只有你们了。方天瑞皱了皱眉，有困难可以找警察，可以找社区，找政府。你开车闯入军区，这算怎么回事？现在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你是他国的间谍。面对他的质问，我再次摇头苦笑，真不是。我建议立刻安排人检测一下那台平板电脑，毕竟我的时间不多了。什么时间多不多？装神弄鬼！方天瑞不屑地笑了一下，打算拆穿我的谎言。让技术科带设备来审讯室一趟。技术科的人很快就来了，他们拿起电脑拆解，看到内部结构后，当即惊呼：这不是主流机型，不是英特尔和 AMD， 有可能是军用特制的机型。我建议立即让国内顶级专家破解。技术兵的话音落下，方天瑞脸色不由得一变，虽然还是不相信我的话，但还是用卫星电话联系安全局，让安全局带着国内最顶尖的专家来一趟。仅仅过了半小时，一辆黑色无标识的车辆驶入基地，国家安全局张子龙和于景辉博士走进审讯室。于景辉刚进来的第一眼就被那平板电脑吸引，不由自主地拿起，放在灯光下观摩。片刻后开始拆解。当他同样看到内部结构后，倒吸一口凉气。这主板不属于蓝星任何型号 ，CPU 不是硅基，而是碳基。张子龙听到后带着疑惑问道：“碳基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这是一种完全超越了蓝星的科技技术，是一种高度稳定碳纳米芯片，同时也可以说是……说到这，于景辉顿了顿，望向窗外，用一种不可思议的语气：“很可能是另一个星际文明的产物。”张子龙听到这不由得瞪大了双眼。方天瑞脸色变了又变，突如其来的消息跟他的认知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半晌后，他一拍桌子，对我怒吼：“从实招来！这平板电脑你从哪来的？”我迎上他怒气中带着震惊的目光，一字一句地说道：“从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丧尸的世界。”话音落下，我看到方天瑞的瞳孔瞬间收缩，下一秒后再次拍桌子：“胡扯！你要是再胡言乱语，我军法伺候！”我毫不畏惧反问：“蓝星能造出碳基计算机吗？蓝星有这种技术吗？另外，我真的没有时间了，我已经3天没睡觉了，只要我一睡着，就要再次穿越了。这一次，我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说着，我的目光渐渐变得暗淡。是啊，如果军方不相信自己，下一次穿越很有可能就是自己丧命之时。方天瑞身旁的张子龙从震惊缓过神，听见我的话，立马沉声询问：“什么意思？你把话说清楚。”我视网膜上有一个倒计时，倒计时归零就会被强制传送到那个充满丧尸的世界。现在还剩7小时58分钟。张子龙听见我说的话，陷入了沉思。方天瑞见张子龙似乎有点要相信我的意思，立马说道：“老张，你不会真的信了吧？”而陷入沉思的张子龙没有管他，拿起一旁被拆解的平板电脑，询问于景辉：“这东西你觉得是不是蓝星的？”于景辉摇了摇头，带着丝丝狂热的语气：“蓝星不是我看不上蓝星的科技，但再给蓝星50年也造不出这种东西，几百年还差不多，这一定是外星科技。”张子龙听完低下头，沉默了片刻后望向我：“我相信你，但请你对得起我的信任，对得起国家的信任。”随后张子龙拿起他特制的电话：“喂，我是国家安全局副局长，我有重要事情需要禀报。”我急需申请调遣防化部队。挂了电话后，张子龙看向我：“现在你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吧。”座位上的我见到这一幕，一直紧绷的心终于松懈，将自己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2天前，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倒计时，在倒计时归零之后，眼前出现一个蓝色的传送门，将我吸了进去。等再次恢复视线的时候，周围已经是一座死寂的城市，到处都是电影中才会出现的丧尸，手背上也出现了一个12小时倒计时。一开始我还很兴奋，以为是梦，都是假的。但随着我摔了一跤，那真实的痛感深深扎进了我的脑海，我才知道这不是梦，我真的穿越了。我开始在这个丧尸世界里逃亡，直到12个小时的倒计时结束，我才重新回到了蓝星。我有一种预感，只要我再次睡着，很有可能会再次的穿越那个恐怖的世界。为此，我现在已经3天没睡觉，实在是撑不住了，所以我带着电脑来找你们了，希望国家能够帮助我。话音落下，场面再一次死寂，似乎都在消化我这难以让人相信的消息。最后还是张子龙先回神，叫来2个防化兵，让我隔离验血。不过在最后，张子龙问了一句：“你怎么来的？”我是坐公交来的，到了门口，我又去对面的老头乐车行买了一辆老头乐冲进来的。话音刚落，张子龙紧张额头的汗珠都冒了出来。你知不知道，你若携带病毒，整个公交街道甚至整个城市都可能覆灭。好在很快我的验血报告出来了，并没有感染病毒，张子龙才松了一口气，但依旧没有放松警惕。等到防化部队来了之后，让所有接触过我的人全都隔离。轰隆隆，几架巨大的直升机也轰隆隆的。安全局局长于国栋作为最高领导抵达，见到我之后，一脸严肃地看向我：“你真的能穿越吗？”在得到我确定的答案后，拍了拍我的肩膀：“传送门能维持多久？能带大型武器吗？”我算了算时间，回答：“只能维持1分钟左右，过了1分钟我就会被强制吸入，传送门也会消失。规格大概2米高，
2米宽，大型武器估计过不去。随后面前的余国栋又问那边世界情况如何，我说那边丧尸到处都是，目前没有看到幸存者，整个城市陷入了死寂，目前还有6个小时就要再次穿越了。余国栋听完沉思了片刻，转头跟张子龙下达命令：立即调遣战龙、猎龙、黑龙3支特种精英战队，同时配国家综合科研组、环境分析师、医疗室，穿密闭装甲服。除此之外，生化泄露危机也不能掉以轻心，立即以全国核打击为名，开启1级预案，全国各地最高级别的核掩体全部进入待命状态，暂定为期1周，立即执行。半小时后，全国都沸腾了，无数电视机上面播放着立即进行核打击演练，每个人的手机上也传来红色警报。近期开展核打击防护演练，请不要惊慌，请各位居民配合。基地内无数装甲车开动，一排排战斗机在天空中划过，一名名身穿白大褂的人员穿上特制服，来到南都基地。黑龙、猎龙、战龙3支小队也坐上军车，全副武装的赶到了基地，集结在军区机场。余国栋身穿制服站在前面，望着众人：同志们，你们即将执行一个极度危险的任务，关乎人类的命运。现在不愿意去的人可以退出，我发誓绝不追究。愿意执行任务的，请现在写下遗书，国家会转交给你们的家人。场面顿时一静，只剩下急促的呼吸声。他们经常执行任务，但这种写遗书的任务，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意味着这个任务真的极度危险，死亡率高的惊人。短暂的沉默过后，一名战士拿出纸币：爹娘孩儿不孝，若是未能回来，请不要为我悲伤，我只是做了一个军人应该做的事。写完，硕大的眼泪便掉了下来。留下名字后，郑重地将信放入铁盒。随后第2个、第3个、第4个，一个接一个战士将写好的遗书放进铁盒。7、8分钟后，余国栋郑重地合上铁盒，交给副官，望向众位战士，声音坚定：同志们，你们都是好样的，你们不是去送死，是为了国家的希望。就在前几天，咱们国家的一位公民意外掌握了时空门和穿越异世界的能力。穿越时空门，真的假的？不是科幻片吗？底下的特战队员无一不心底冒出疑问。很快，站在上方的余国栋再次给出冲击。那个穿越的异世界是一个完全被丧尸毁灭的世界，十分危险。而且那位公民已经完成了第1次穿越，证实了我说的一切。但病毒的传播机制还不明，异世界具体情况并不知晓，所以你们的核心任务是协助他再次穿越，采集数据和样本。最重要的是，一定保证他的安全，明白了吗？随后，余国栋看向我：倒计时还有多久？5小时30分。你先去休息吧，其他交给我们。接着，余国栋将各个小队队长叫到会议室，开始部署具体的作战计划。关于在丧尸世界生存守则的手册，在印刷厂疯狂的印刷，一夜之间印刷了9000多万份，发放在无数居民手中。第2天一早，我在站集合的机场上，周围是余国栋和3支精英小队。我望着眼前的倒计时，4、3、2。倒计时结束的同时，我眼前散发出一道蓝光，在身前1米多的位置凝结成一道2米左右的光幕。众人睁大眼睛望向我身前的光幕，脸上露出骇然的神色。竟然是真的，真的有传送门！各个战队的队长纷纷震惊。在我身旁的余国栋此时也瞪大了眼睛，但仅仅过了几秒，他的脸色就恢复铁血般的沉稳，看向各个小队：特战小队准备进入，科研组跟上，记住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他的安全。等特战小队等人都进入，科研小队拎着各种设备也紧跟着踏入。最后，余国栋看向我：同志一路平安，这次国家站在你的身后。异世界我又来了，但这次我不是孤身一人，我的背后站着我的祖国。随着我的踏入，耀眼的蓝色光幕闪烁几下，便快速收敛。我眼前的画面一暗，等再次恢复视线，我已经出现在一个死寂的城市，残墙断壁，碎石遍地，地面上裸着几具早已风干的尸体。科研组正围在周围尸体取暖，先行一步的队员此时已经拿着装备在4周警戒。我深吸口气，还是上次的位置，看来穿越的位置是固定的。作战小队总队长宋指了指不远处的新鲜尸体，刚解决几只丧尸，他们的弱点在头部，一旦破坏中枢神经，丧尸就会死亡。对了，你这次倒计时是多少？我看了看视网膜上的时间，呼出一口气，24小时。宋哲听完思考了片刻，等科研组采样结束，便立即出发。10多分钟后，科研组已经完成了采样。一名队员跑到宋哲身前，报告，附近暂无幸存者，西边丧尸群正在向南移动，东边丧尸数量较少，建议朝东边进发。宋哲点了点头。各小队注意，战龙小队打头阵，猎龙小队殿后，科研组居中，黑龙小队随时支援，朝东边推进。很快，众人朝东边走了2公里左右的距离，途中遇到不少年轻的丧尸，全都被战龙小队一刀一个解决。直到路过一家书店，宋哲望着店铺，搜索店铺，时间20分钟。众人立即破门进入搜寻。我在杂乱的店里拿起一本杂志，封面是某种高科技的机械装置。这个世界科技水平对次也跟蓝星比，而且有些地方甚至远远超过。宋哲点了点头，手下的队员很快又找到了几台电子设备。科研组的人立即拿出录像设备，可是录像，随后又将各种找到的书籍录像。等进行的差不多了，宋哲在无线电中命令道：时间到了，所有人立即收队。科研组和队员正准备撤离，咔嚓一声，头顶传来一阵细微的裂响。众人抬头，书店2层的木质招牌凭风挂在风中摇晃着，
接着整块招牌飞舞，轰的一声砸在地上，声音响彻全城。附近几个街区的丧尸听到动静后，眼睛发出嘶吼，露出嗜血的笑容，朝着书店急速奔来。宋哲瞳孔猛地一缩，拿起无线电，立即下达命令：所有特战队员准备战斗！20多人的队伍瞬间展开队形，枪口指向书店的入户门。我和科研人员则被护在身后，屏住呼吸。约莫几个呼吸，10几具皮肉腐烂的丧尸出现在街角，朝书店内奔来，速度跟正常人奔跑差不多。宋哲目光一闪，指挥所有人带上消音器，对准前方的10几具丧尸开枪射击。砰砰砰，子弹精准地落入丧尸头部，黑色的汁水溅出，几秒钟，这10几只丧尸全都倒在地上。宋哲在无线电中下达指令：放静音无人机。几名特战队员立即行动，打开便携终端，部署静音侦察无人机。数枚银色的侦察机腾空而起，屏幕上的画面展开，俯视视角中，书店外的街道，此时又涌来一群丧尸，正朝着书店涌来，数量大概在30只左右。侦察机继续探索，很快众人发现，除了涌来的那30只左右的丧尸，其他赶来的丧尸在更远，都失去了目标方向，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众人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还行，就剩这30米。问题不大，很快丧尸涌入，一颗颗子弹射入眉心，片刻便被消灭。科研人员在确认安全后，迅速采集组织和血液，但很快一个研究员发现，子弹破坏子弹后，神经活动完全终止，但丧尸血液活性极高，其内病毒依旧存活。任何人注入这些血液，短时间内都会变成丧尸。宋哲闻言立即下达命令：除科研组外，所有人不得接触丧尸血液和血肉组织，一旦触碰，立刻报告。确认吸引来的丧尸全都解决后，众人继续前进。静音无人机高空警戒，我看着无人机传来的俯视景象，楼房塌陷，干尸随处可见。我低声询问宋哲：你说这个世界还有活人吗？宋哲看着屏幕沉吟了片刻：或许吧，但如果有幸存者，数量也绝不会多。夜幕降临，队伍驻扎在残破的超市，我坐在地上，透过窗户望向窗外。一个没有人迹的城市，居然如此安静。身旁抱着枪的宋哲则望向窗外的天空。是啊，你看上面的月亮，比蓝星的要大上不少，周围的星辰排列方式和亮度等等，跟蓝星完全不一样。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陌生的星辰在黑夜闪耀。这时，宋哲的对讲机响了：队长，我发现外边有点不对劲，你出来看一下吧。宋哲听完，立马带上夜视仪看向外边，我也带上夜视仪看向外边。只见在300-400米的位置，几道扭曲的人影接上游荡，但跟白天相比，丧尸的状态要亢奋很多，速度也要比白天快上不少。科研组的人拿着血液组织样本来到身旁，小声说道：根据血液的活性变化，我们推断出丧尸的夜间的身体素质会提高1倍左右，精神状态也会陷入亢奋状态，危险性大大增加。宋哲听完面色严肃，让手下的队员分为3组，轮班值夜。第2天，等丧尸行动变慢，队伍继续向前推进。很快，在一栋居民楼内发现一具风化的尸体，头部和后方的强烈弹孔和放射性血迹，以及一把散落在的手枪。科研组确定没有危险后，将手枪拿在手中封口，随后又找到一本老旧的日记本，上面写着陌生的文字。科研组收好，队伍继续前进。很快到了一处围墙外，众人翻越过后，顿时一个个瞳孔搜索。远处的广场上，密密麻麻的丧尸最起码有上千只。我下意识地闭住呼吸，望向一旁的宋哲。宋哲面色也有些发白，拿出望远镜查看，发现这上千只丧尸，有少数丧尸颇为奇特，它们皮肤不再是惨白色，而是青色，皮下的肌肉鼓起，就算是白天行动也颇为敏捷，眼球未完全浑浊，能够察觉周围的动静。宋哲收好望远镜，通过手势让队伍静默前进，到达一处停车场。我眼中的倒计时还剩下20多分钟，宋哲立马决定以此为回程据点，让周围的战士做好警戒，静静等待时间的流逝。很快，我眼中的倒计时来到5秒，5、4、3、2，我眼中再次弹出一道蓝色光，在身前凝结成一道蓝色的传送光幕。队员断后，我和科研组的人先行踏入光幕，随后宋哲指挥队员有序进入光幕。另一边，我眼前再次一黑，等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回到了蓝星，在于国栋等人的指令，立马进入了隔离舱。进阶传送回来的队员也全都进入分体式隔离舱，随后进行了饱和性消杀。等所有一切都完事后，疾控中心的人员才跟于国栋汇报，未发现感染，消杀已完成。我也从隔离舱出来，不过我刚出来就听见于国栋一脸严肃和周围的人说：有点奇怪，以那个世界的科技和水平，仅仅因为这种病毒不至于灭亡，一定还有别的原因。那些破译专家到了吗？到了，就立马让他们破译带回来的书籍。等于国栋安排完所有事项，他才看向我。倒计时还有多久？我看了看眼前的倒计时，不由得小小的惊讶了一下。倒计时变了，上2次都是24小时就会穿越，这一次居然变成48小时。随后我就将此事跟于国栋说了。于国栋听完，沉吟几秒后：这也是一件好事，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我们也可以多做一些准备。随后于国栋就返回了指挥室，迅速下达文件：丧尸世界第1阶段结束，为发现病毒泄露，即刻解除全国和防护演练。随着文件的下达，各个新闻和网络都开始传达这一消息，几十万参加演练的百姓直接就沸腾起来，一个个相互拥抱，喜极而泣。吓死我了，我还以为真的要打仗了，没打就好，没打就好，一旦打起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了。同时，国内无数文字专家正在科研楼努力钻研特殊文字。很快，在数百名专家的努力下，一种与蓝星古文明用语相似的文字体系呈现在大家眼前。一份资料也出现在我眼前，那是一整块孤独的大陆，四周都是海洋，大陆上只有星辰帝国一个国家。星辰帝国的等级制度十分严格，一家三口饿死也不稀奇。星辰帝国的皇帝下令研发一种让人听话的药剂，但意外研发出了一款神经病毒。这种病毒能够让感染者失去理智，不吃不喝，保持行动，听从命令。一位帝国科研官员在笔记中表示：“我们天真的以为得到了控制人类的钥匙，结果却造出了吞噬灵魂的邪恶火种。星辰帝国的皇帝知道了我们的研究成果，欣喜若狂，忠诚无需理智，表示没有理智更好，顺从才是真正的理智。他下令将感染者改造成发动机，在监狱给他们戴上头套和特制的手套，让感染者踩上发电轮，日日夜夜的发电。后来皇帝视察大笑，死了还能为国家做出贡献，这才叫忠诚。后来皇帝在全国建立发电工厂，将无意识的感染者束缚在转轮上，日日夜夜发电，最后甚至将手伸向百姓，抓了无数的百姓变成感染者，丢进发电厂，甚至到了最后，整个国家有80%的人口都成了感染者。皇帝以为他掌握了永恒的能源，却不知那是地狱的引线。当强化丧尸组织行动，发电厂入戏，军队面对感染者不堪一击。皇帝用整个文明血肉培养了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生物。后来还看到高级感染体学会了协作，学会了攀爬，学会了思考。那一刻，我知道完了，全完了。我看完资料一时间，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受。一个庞大的帝国，竟然就这么简单崩溃了。中午的时候，于景辉还找到我。解析的资料中还有一张地图，在北部200公里有一个核心光刻厂和聚变能源中心。根据你们带回来的物品和资料，碳基芯片、光刻工艺和聚变功能技术最少领先我们50年。那座光刻厂极大可能保存帝国高端技术体系。如果能取回部分数据，很有可能为蓝星带来跨越式突破。所以我建议你们下次朝北部前进。送走于景辉之后，我又接到了于国栋的通知，下一次的穿越地点转移到罗布泊。接我的飞机已经在路上，很快我就上了飞机，望向窗外，感叹真是讽刺，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文明，非要折腾听话药剂，研究生化。很快飞机降落，我下飞机，一股热风裹着尘沙扑面而来。一位年轻女性走上前来：“你好，我是秦心玉，担任你的心理医生。”我看向早就在这等待多时的宋哲，宋哲笑了笑，表示：“你现在可是国际重点保护对象，怕你在那个世界受到什么刺激，影响心理健康。这位女士就是国家专门派给你的心理医生。”我无语地摇了摇头，看向眼前的倒计时，还有2个小时。等我进入基地，15辆特制的越野车排列在眼前。身旁的秦心玉说道：“这次上面给你们配备了全功能越野车，小队人数也达到了40位，这也是国家对你安全的一种重视。”我摸了摸车辆的材质，很厚，比我见过的任何一辆车都要结实。玻璃也是特种玻璃，子弹在上面留下划痕都做不到。很快，随着队伍的集结，我眼中的倒计时即将归零。基地内的广播也响起倒计时：19、87、3、2。我眼中再次投射出一道蓝色的光幕。宋哲一声令下，特战小队驾车率先进入。我与宋哲对视一眼，也随后进入。科研组也再次跟进。我眼前再次一黑，等恢复视线时，我已经再次出现在那个充满丧尸的世界。这次与上次不同，这次一穿越，直接出现在之前离开的停车场上。驾驶位的宋哲通过无线电下达各项指令：猎龙小队打头阵，黑龙小队殿后，我和科研组走中间，战龙小队走两侧。行进目标是北部200公里外的横流聚变能中心。确认所有人收到后，车队立即出发。发动机咆哮声引来周围的丧尸。车队的越野车一走归零，直接将几只丧尸撞飞。车顶的机械声传来，一架架无人机在高空中对附近进行侦查，实时传输周围地形。等一切都安排好后，宋哲收回望向监控的视线，看向我询问：“这一次倒计时是多久？”我瞅了一眼眼前的倒计时，3天。宋哲闻言眉头皱了皱：“这次居然这么久？”我笑了笑表示：“经过这几次的穿越，我有一种预感，再经历几次穿越，我就能掌控传送门的具体时间了。”宋哲闻言眼神一亮：“真的假的？要是真能掌控开启时间，咱们就不用这么被动了，想什么时候穿越就什么时候穿越。”我俏皮的眨了眨眼，没有说话，让他自己猜。不过就在和宋哲闲聊时，负责警戒的队员在无线电中叫我们看向西南方向。我和宋哲同时看去，只见1公里多外，一头20米高的巨型丧尸正在缓缓移动，身后还跟着一群皮肤发青、肌肉发达的异变丧尸。我倒吸一口凉气，丧尸居然能进化到这种程度。宋哲立即指挥车队拉开距离，偏离原定航线绕路前进。等看不到巨型丧尸的身影，宋哲拿起无线电叮嘱所有人不要掉以轻心，巨型丧尸的出现代表着病毒的恐怖比资料上更具有危险性，一定还有我们无法预料的危险，所有人必须打起精神，小心应对。挂掉无线电，宋哲望向死寂的城市开口：“你有没有觉得这场丧尸危机的背后并非失控那么简单？就比如刚刚那只巨型丧尸，我怀疑这是星辰帝国刻意制作的活体武器，只不过这种武器最后失控了。”我听着宋哲的话陷入沉默，天色渐渐变暗，远处昏暗中出现零星光，无线电里传来队友的声音：“队长，前方12点钟，
防线似乎有人，是否需要过去看看？万一是幸存者基地，一定能有更多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消息。宋哲沉吟几秒，拒绝。继续前进，不要节外生枝。咱们的目的地是横流聚变能中心。车队继续前行2小时后，横流聚变能中心终于到。车顶无人机升空侦察，中心内部的景象很快在显示器浮现。巨大能源堆倒塌，高楼倾颓，尸骨随处可见，还有不少严重损毁的军事装备，彰显着这里曾经历过一场残酷战斗。无人机侦察结束，宋哲立即下令建立行动阵列，警戒小组留守车阵，一旦有情况立即汇报，其余人随我行动。众人沿着主通道缓缓推进，耳边不时传来丧尸嘶吼声，几只丧尸察觉动静过来，战士们立刻用带消音器的枪械射击。细微的biu biu声过后，丧尸纷纷倒地。宋哲循着墙上指示牌，带队来到横流中心，清理完丧尸。科研组跟着进入，通过遗留资料，众人得知这里建成已超200年。那时星辰帝国有位被称为横流之父的绝世天才，独自攻破核聚变10大感官，让帝国核聚变技术突飞猛进。这座电厂也成了帝国的奇迹。众人随后前往能量核心，科研组取出采样装置，一名中年研究员看着核心材料激动。这里的核心技术和耐热层技术要比蓝星高出不少，不需要带部分样本回去验证。科研组拿出录像设备，对着核心区域仔细记录。随着采样推进，中年研究员的神情愈发激动。这些材料的堆叠极其稳定，具有天然的稳定性和抗辐射，而且他们还用了一种具备超导体的晶体。只要我们把这几个样本带回去，国家的核能发展一定能突飞猛进，彻底进入使用阶段也不是不可能。这话让整个科研组都沸腾起来，众人都盼着能为国家立下功勋，在科研史上留下足迹。中年研究员立刻指挥大家切割材料，将样本装进封存箱。就在封存工作结束时，宋哲的耳机里传来留守队员的警报声：东南方向发现2只巨型丧尸，正在以每小时6公里的速度快速前进，现距离1公里，预计10分钟到达。宋哲面色一沉，立刻下令，立刻部署反坦克高爆雷，随时准备接应我们。随后转向我和科研组众人，所有科研组的人立即撤退，原路返航。命令下达，众人迅速准备撤离。半分钟后冲出能量中心，我大头喘着粗气跟在后面，越靠近门口，越能感受到地面轻微的颤抖。10几秒后，留守车队方向传来爆炸声，我心里清楚，反坦克高爆雷炸死，说明巨型丧尸已经近在咫尺。众人前进的速度再次加快。又一声爆炸传来时，我们已经回到了车队。我拉开车门推进去，宋哲一脚油门，发动机发出轰鸣。我扭头望向爆炸方向，只见300-400米，2头巨型丧尸怒吼着冲过火海，身上挂着弹片，朝着车队方向咆哮。宋哲立刻指挥车队撤离。巨型丧尸体型庞大，速度却不快，呼吸间就被甩开无物。宋哲盯着监控器沉思极，拿起无线电下令：车队放慢速度，保持和巨型丧尸一样的速度，测试巨型丧尸各项数据。科研组注意记录。车队速度放缓，一名队员探出车头，架起反器材狙击枪瞄准巨型丧尸。砰的一声，硕大的子弹击中丧尸额头，轰击出一个小洞。可巨型丧尸只是晃了晃脑袋，发出一声愤怒的嘶吼，迈着大步加速冲刺，额头上的小坑还在飞速复原。我看得目瞪口呆。无线电里传来科研组颤抖的声音：这是修复性细胞爆发，不是异变体，绝对是被设计出的生命体。宋哲沉默几秒，再次下令换高爆穿甲弹。车顶队员迅速换弹，砰的一声枪响，巨型丧尸额头爆出一团火花，身体受创摇晃着倒下，可下一秒又爬了起来，额头表面组织被炸裂，露出皮下泛着金属光泽的组织。科研组众人震惊大喊：这是生物金属化组织，病毒直接改写细胞的晶格结构，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宋哲听完，直接下令换迫击炮，队员们架起迫击炮，对着巨型丧尸连发水炮。轰隆隆的爆炸声过后，巨型丧尸再次倒地，却又很快爬起，继续朝车队狂奔，身上只有部分区域露出金属光。科研组很快给出结论：普通武器无效，巨型丧尸身体强度极高，可以试试火攻。宋哲立即下令准备单兵云爆弹，所有车辆拉出安全距离。一朵小型蘑菇云骤然升起，数千度高温席卷开来，灼热的热浪扑面而来，等热浪和火光散去，巨型丧尸的外层组织也被高温烧成焦炭，却依旧没有死，晃晃悠悠地站起身，开始漫无目的的游荡。科研组通过无线电汇报：巨型丧尸的视觉和嗅觉系统被高温破坏，根据巨型丧尸细胞回复速度推算，需要2天时间。也就是说，高温火焰能够让他们在一定时间内危险性大大降低。宋哲闻言下令放出战略无人机，投放白磷弹和铝热弹，数架无人机从车顶升空，带着弹药直奔剩下的一只巨型丧尸。呼的一声，白磷弹和铝热弹炸开，高温火焰在丧尸身上蔓延，巨型丧尸发出痛苦哀嚎，很快就失去视觉和嗅觉，像无头苍蝇般四处乱走。测试任务完成，宋哲立即指挥车队加速离开，调出星辉光刻中心的位置设为目标，一路疾驰，1小时后抵达目标地点。众人撬开变形的合金道，入眼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战斗痕迹，残缺的尸骨比比皆是。宋哲捡起一块碎裂的人筋递给科研究员拿在手里观察片刻，惊叹道：这是碳管精密结构，可以根据这个推断出，他们已经能进行纳米级的稳定产量。科研组又看向墙角的机器，上前研究一番后说道：这是智能校准量子系统，他们的机器不用人工，
机器自己就可以修正误差。众人继续深入，一列列充满科技感的光刻机出现在眼前。科研组拿出探测设备测试，很快得出结果：启动系统损毁，但控制逻辑还在，核心是震荡干涉列阵，而且还是完整的。只要拿回去几个样本，国家的芯片就能迎来快速发展，不用再被卡脖子了。宋哲眼中闪过一丝喜色，让队员协助拆卸关键模块，装进密封箱后准备继续推进。就在这时，无线电里传来警戒组的声音：队长，有幸存者靠近，目标3人，暂未发现武器。众人闻言一惊，真的有幸存者。宋哲也有些意外，立刻安排黑龙小队带着科研组前去交涉，同时调出便携式无人机的实时画面。屏幕上，黑龙小队和科研组与幸存者隔着10几米。幸存者里的一名男子在地上写字，经翻译后得知，他想用黄金换些水和食物。黑龙小队没有要黄金，直接丢过去一些物资。随后询问了一些信息，得知巨型丧尸并非最强存在，还有更恐怖的丧尸，只是他们从未见过。这些人来自一个只有30-50人的小型幸存者基地，对于丧尸爆发的原因，他们更是一无所知。黑龙小队随后让3人离开，众人与黑龙小队会合后，来到光刻厂的材料矿区，这里有稀有的超导碳母矿。科研组取了样本，打算带回蓝星尝试人工合成。所有工作完成后，众人回到车队休整。我靠在座位上，浓浓的疲惫感袭来，沉沉睡去。再次醒来时，眼中的倒计时只剩5分钟，车队早已准备就绪。宋哲拍了拍我的肩膀，笑道：“别睡了，是不是快要回去了？”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倒计时归零的瞬间，熟悉的蓝色光幕在眼前展开，车队依次驶入。我眼前一黑，再次恢复光亮时，已经身处罗布泊的地下隔离舱。上方的电子喇叭响起：“已确认所有车辆返航，所有人员准备启动饱和消杀程序。”刺鼻的白雾瞬间笼罩车队，白雾消散后，我和宋哲等人先后下车。科研组立刻向领导汇报收获，宋哲则汇报行动经过。当于国栋得知巨型丧尸的存在，当即决定下次穿越别开越野车了，直接开主战式坦克，配上新款的穿甲弹。这话让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愣住。主战坦克是夏国现役主力装备，配上穿甲弹威力惊人，远非迫击炮可比。可于国栋还没完，又下令带上单兵作战之王和火箭筒，这种武器的爆炸威力相当于6吨 TNT。众人听到这个消息，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鸭蛋。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国家竟然拿出了这种大威力武器。从会议室出来后，秦新玉找我聊了一会儿，做了半个小时的心理辅导，得知下次穿越还有5天时间，他直接帮我请了4天假。随后在秦新玉和2名黑龙小队队员的陪同下，我们去爬了黄山。半山腰处，我望着下方城市的万家灯火，怔怔出神。登临山顶时，恰好赶上日出，我大喊一声，将近日积攒的恐惧尽数发泄出来。之后我们回到魔都，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可落地没几个小时，就碰到了前女友。她正挽着一个穿高定西装的男人，正是苏明。苏明看到秦新玉，眼睛顿时一亮。我刚想离开，就被他拦住。苏明走到秦新玉面前，盯着他的脸，露出贪婪的神色。开个价吧，10万、30万、50万，你随便说，我都可以接受。毕竟你这级别的美女真的很少见。我看向前女友，她尴尬的笑了笑，却依旧没有松开挽着苏明的手。这就是金钱的力量吗？实在不行100万。苏明见秦新玉没反应，有些恼火的加价。在他看来，这世上没有用钱买不到的女人。可他很快就愣住了。秦新玉仿佛没听到100万似的，一把挽住我的胳膊，旁若无人的问道：“这就是你的前女友吗？也不怎么样呀。”说完，他不顾2人铁心的脸，拉着我径直离开。傍晚，秦新玉正和我聊着以前的趣事，一名黑龙小队队员凑到我身边小声说：“有人要对你动手，我们已经联系了附近的安全局，你不用担心安全问题。”我不动声色地点点头，继续和秦新玉聊天。10分钟后，安全局的人赶到，迅速将嫌疑人制服。审问后得知，这些人是苏明的手下，因为白天苏明在街头丢了脸，所以派人来教训我。于国栋得知此事后表示严惩不贷，立刻派人彻查苏明父子的违法行径，连同他们背后的关系网一并连根拔起。没几天，苏明父子就锒铛入狱，我也玩得差不多了。看着倒计时还剩2天，便和秦新玉等人返回罗布泊，与宋哲会合后，准备再次出发。倒计时最后1天，我看到基地里摆放着10辆主战坦克，还有10辆装甲车，心脏猛地一跳。宋哲在一旁介绍，不管是坦克还是装甲车，上面的装备都是特制的，并装备了最新的防御系统。倒计时归零的瞬间，蓝色光幕再次出现，坦克和装甲车轰鸣着驶。我坐在坦克指挥室里，拿起无线电说道：“这次倒计时时间3天，时间倒是充足。走，去找那几只巨型丧尸，试试火力。”宋哲一声令下，雷达开启超抗雷扫。车队前进没多久，就发现了一只巨型丧尸，无人机升空，画面实时投射到坦克内部。只见那只巨型丧尸在市区里滚攀，身上还有大片焦黑，正是之前遭遇过的那一只。科研组的人震惊道：“果然，这种细胞活性，几天时间就让它基本复原。”宋哲下令，1号坦克瞄准，主炮发射，轰的一声巨响，炮弹精准命中，巨型丧尸的头颅被直接断开，脑袋炸飞，踉跄着倒地，彻底没了神色。众人见状松了一口气，无线电里响起欢呼声。要是连坦克炮弹都无法击杀，他们就得重新规划后续行程。科研组的人兴奋不已，提出清理掉整群丧尸，研究巨型丧尸的内部构造。宋哲同意了这个请求，下令装甲车推进，火箭炮和各类火力倾泻而下，没多久就将尸群清理干净。宋哲又下令放无人机侦察是否有残余，
确认安全后，科研组在黑龙小队的护卫下，来到巨型丧尸的尸体旁。通过无人机画面，我看到科研人员戴着手套，在丧尸身上敲了敲，发出当的一声金属回响。他们拿出检测仪扫描，随后说道：“钼密度超过常规合金，至少相当于300毫米厚度的装甲。我需要切割一部分带回去研究。”高精度电锯起，很快，一块30公分的外壳和血肉铁质被装进手机上。采样结束，众人登上装甲车继续前进。没走多远，雷达就扫描到一群幸存者。无人机确认，正是上次遇到的那个。坦克随即朝着他们的方向驶去。碰面后，上次那个交换物资的男子走出来。通过翻译软件，我们得知他叫杜克。杜克说自己没有恶意。幸存者们纷纷放下武器。黑龙小队检查后确认安全，我这才跟坦克停下来。战龙小队的队员立刻在我身边警戒。杜克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上前几步，双手抱拳，感激地说道：“太感谢你们了，上次你们给的物资帮了我们大忙。”没有关系，一点水和食物而已。对了，你们从哪里来？杜克说他们来自西边的一个小型幸存者基地，这次出来是为了寻找食物。听到这边的爆炸声，才过来看看情况。他又好奇地问我们来自哪里，说从未见过这么强大的武器。我笑着回答：“我来自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也是为了查看情况。”杜克的目光落在身后的坦克和装甲车上，脸上满是羡慕。你们的武器看着就很强，比我见过的所有武器都强。这些都是我们的国家研发的，还有比这更强的呢。杜克露出震惊的表情。居然还有比这更强大的！沉默片刻后，杜克说出了来意：“还有没有食物？我们的基地快要没粮了。这里有黄金，我可以拿黄金跟你们换。”我挥了挥手表示不用，随后叫来一名战士，拿了一些水和食物交给他们。杜克颤抖着道谢：“谢谢。”随后坦克车队朝下一个目的地进发，朝西南方向的矿区。历经7、8小时后，我们终于到了矿区。黑龙战队警戒，猎龙小队和战龙小队搜索矿石，科研组收集资料。很快，众人便到手了2吨左右的矿石，其中有零碳矿石和超晶矿石，还有一些比较稀有的矿材。警戒！200米处有丧尸！宋哲大喊。我抬头一看，远处一只普通丧尸同时快速但下一秒装甲车碾过去，直接压成了肉饼。在传送门还有1个小时的时候，众人已经完成了采集任务，坐在坦克和装甲车上闲聊。这次收获不错，不但消灭了巨型丧尸，拿到了巨型丧尸的样本，还采集了这么多的矿石。这些矿石拿回去实验，国家的科技水平一定能大幅度的提高。我扫了众人一眼，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笑容，我也开心的笑了。很快，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眼中的倒计时归零，传送门再次打开，蓝色光幕出现在众人眼前。但这次我心中似乎感觉有些不同，我心念一动，让它变大一些。这蓝色光幕的边缘竟然真的扩大了一些，让它变小一下。刚刚扩大的边缘又缩了回去，我心脏猛地跳了一下，再次试了一下，这传送门竟然真的可以随我的心念改变。随后我控制着让它关闭，再让它打开。这蓝色光幕竟然真的关闭之后再次打开。一旁的众人见到传送门关闭又打开，不由得愣住了。最后还是宋哲颤抖的询问：“你能控制传送门了吗？”我兴奋地应了一声：“嗯。”宋哲闻言顿时大喜，不再是偶然的传送门，而是稳定的跨界通道。这是史诗级突破，意味着今后的战略可能需要调整了，国家会更加快速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兴奋过后，众人开着坦克和装甲车驶入传送门。我眼前再次一黑，等恢复视线时，我已经回到了罗布泊。经过一系列的饱和消杀后，宋哲立马将这一消息上报，国家很快就下达了命令，让我们以罗布泊为核心，正式建立异世界开发基地。1周后，上千名科研人员到达，军工土建扩建100公里，几十座大楼拔地而起，2个重装合成旅在入驻基地。我对传送门的应用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我可以通过能量流动的限制，对传送门进行设置3个模式：静止出入、单向通行和双向通行。在周3时，我接到了国家的命令，让我来到一个巨大的广场上打开传送门。我刚来到广场上就被吓了一跳，只见密密麻麻的都是人影，各种火箭车和坦克装甲车排成7、8列。我甚至还看到了一个10多米宽、20多米长的导弹发射车。震惊过后，我知道国家这是准备正式踏足异世界，要不然也不会打算派出2个重装合成旅。于是我全力施展蓝色光幕，顿时巨大的广场上出现了一个上百米宽的传送门，钢铁洪流发出咆哮，有序进入传送门，接连进入异世界。1周后，我站在异世界指挥中心的观测平台前，望着模样大变的驻地。这重装合成旅选的位置挺好，在矿场周围的城市郊区驻扎，距离城市近，可以获得城市的一些资源，矿场也近，方便采矿。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军工基建也来到了异世界，在驻地疯狂的基建，5天时间就建立起一个卫星发射基地，并释放了无人机群，对这个世界进行全面的检测。或许是太多人聚集在一起了，身上的气息被丧尸感知，城市中的丧尸形成了7、8千人的尸潮，朝驻地袭来。驻地的卫星第一时间就感知到了尸潮，警报声骤然响起，异世界的总指挥王战立即指挥其中一个重装合成旅在前沿准备。为了万无一失，部分火箭车和坦克也准备就绪。等丧尸进入火力最佳覆盖范围后，立刻指挥远程炮火部队进行火力保护试探。我通过无人机传来的影像，只见10多辆装甲车背部装甲打，露出一发发炮弹，对着10多公里外的丧尸群发动攻击。随后看到丧尸群中掀起数十个小型的蘑菇云，丧尸在爆炸中被粉碎。几分钟后，炮火平息，指挥室里传来观测员的回报：目标区暂无生命迹象，丧尸群暂定全歼。这就是国家的实力吗？这也太恐怖了！
一群数量近万丧尸群，连面都没见着就被消灭了。真怀疑电影中的那些丧尸片是怎么拍的，那些国家居然会被丧尸灭国，真不可思议。接下来的半个月，驻地的军工依旧在疯狂的建设雷达多重阵地、电磁炮防御塔、AI 自动巡回炮塔、雷神医院、军工厂等等设施一一落地。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郊区就形成了一个基地的雏形。每天早上都有几十辆车辆朝矿场开进，晚上又满载而归。零碳和超金等等的战略矿石通过传送门源源不断的送回蓝星。同时，华夏研究所内的白武咬牙切齿望着手中的测试结果。又失败了，鹰将对光刻机的材料封锁太严了。按照目前的材料限制，想要追上鹰将，最起码需要50年，差的太多了。就在他们还在思考如何跨过封锁时，办公室的门忽然被推开，一名研究员激动地表示：“报告所长，这是新送来的材料，叫零碳矿石和超金矿石，说是可以直接进行光刻。”白武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开什么玩笑？什么材料能直接进行光刻？简直是做梦！他根本不相信有这种材料。不过当他看到零碳矿石在日光的照射下，泛着淡淡的蓝光，内部好像有晶体在流动，他瞳孔不由得一缩，拿起材料放在灯光下仔细观察。越观察，脸上的激动的神情越重。许久后，他抬头询问：“这东西哪来的？”科研人员小心说道：“机密。”白武眉头一挑：“以我的权限，还有保密的东西吗？难不成是外星科技？”白武轻笑一声，目光认真起来：“行，不管你是哪来的，既然能导电能共振，那我就让它成为大夏光刻机的大脑。”说完，他一把抄起矿石走向试验区。与此同时，在异世界的一个小型幸存者基地内，杜克激动地对领导顾问表示：“首领，我又遇见那一群人了，他们真的不一样。末日到来之后，人性有多恶心有多脏，咱都知道。别说帮人了，就是不趁火打劫，已经算是好的了。可那群人居然无条件帮助自己2次，给他们黄金都没要，这是圣人啊！呸！这个世界没有圣人了，那一伙人绝对是有目的的。”只不过咱们不知道罢了。首领，那时你没有见过他们，你无法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纯粹真诚的感觉。如果他们真是坏人，我宁愿世界毁灭。正说着，外边传来剧烈的爆炸声，轰隆隆的，整个小基地都轻轻的晃动，无数碎渣从天花板上掉落。守卫冲进来，惊慌禀报：“首领，外边好像有人在打仗。”顾文抬头望去，神色巨变，听着声音像是炮声，而且是重炮，这规模最少半个集团军齐射。不可能，帝国早已覆灭50年了。就算有残军，也不可能有这种火力密度，这是天罚。杜克，你带几个人去侦查。杜克几人很快就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摸了过去，但随着临近，他们眼中震惊的神色就越重。只见无数钢铁洪流在远方汇聚成巨火，对着远处的丧尸群进行饱和式打击。那些丧尸在火力之下，像土鸡瓦狗一般灰飞烟灭。恐怖无比的巨型丧尸同样也是如此，在炮火的覆盖下，成了一堆碎肉。杜克几人眼睛都直了，这哪来的部队？太可怕了！打丧尸就跟玩一样。杜克缓过神，走，回去跟首领汇报。但杜克几人刚转身，7、8辆装甲车带着尘烟呼啸着来到了他们身后。一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下车，无数激光红点落在他们身上。随后，一名比较年长的士兵走上前来，翻译器传出冰冷的机械音：“您好，我们领导邀请你们喝茶。”随后，杜克便跟着士兵来到了军方的。他们刚一进门，就被眼前的景象震得说不出话来。成排的坦克和装甲车静静地停靠一旁，上百辆火箭车的方阵，空气中都是浓浓的火药味。军人的脚步声铿锵有力，杜克的眼眶有些发红，这是久违的安全感，一种属于文明与秩序的感觉。当他走进临时的指挥所，看到指挥所中正在与领导人喝茶的武士，顿时一愣：“真是你们！我还以为上次的小队就是你们全部的力量，没想到你们居然有这么强大的队伍。”说到最后，他的眼神中充满了震撼。他无法想象刚刚一路走来，路过的那些飞机大炮、各种高科技武器都是之前的那支队伍的。这样的实力，就算帝国最巅峰时也不过如此。我笑着跟他打了一声招呼，随后跟他介绍了身边的王战。这是我们的总指挥王战。杜克看着这威严的中年人，顿时有些紧张，结结巴巴地说道：“你好。”王战望着眼前坐立不安的异界年轻人，和蔼一笑：“别紧张，坐，正好我也有事情想要了解一下。”杜克闻言更紧张了：“大人，我不累，站着就好。”开玩笑，在这强大的军队的首领面前，他敢坐下吗？要是换成帝国评级的大人物，他连让人家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王战也没有勉强，继续询问：“你们现在幸存者基地情况如何？多少人？生存状况怎么样？”我们幸存者基地大概还有3000多人，但粮食已经见底，很多幸存者已经改成2天吃一顿饭了。但据我所知，其他幸存者基地已经开始以子相食了。王战听完沉思了一会，我只缺一些帮忙干活的人，物资不是问题，安全有保证，8小时工作制，上午休2，大概工作1天能换到1周的口。杜克听完愣了几秒，不敢相信，再次询问，生怕是幻觉。真的吗？王战笑了：“你放心，自然是真的。我甚至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些生活娱乐产品。”说完，王战起身，几人来到了厨房，灯光打开，成堆的生活物资，还有电视机、空调、游戏机等等。杜克整个人目瞪口呆，随后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子，确认自己没有做梦。这些也是给我们的吗？没错，都是给你们的。杜克闻言，硕大的泪滴止不住地往下掉。许久，他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久违的光芒。我要回去告诉首领。另一边，幸存者基地内，杜克他们还没有回来吗？顾文坐在办公桌前，对另一名手下焦急地询问：“报告首领，
陆克一直没有消息。闻言，顾文脸色不由得沉了下去。在末世中，没有消息就代表了死亡，这就是末世的残酷。首领，不好了，我家大娃快要不行了，您快去看看啊！一个40多岁的中年女子闯了进来，脸上满是惊慌。众人很快来到一间简陋的隔离房，刚一进入，便闻到一股潮湿、闷热、腐朽的味道。地面的草垫上躺着一个10多岁的女孩，她的小腿被粗布条缠住，但已经渗出褐色的血水。仔细闻，还能闻到一股腐烂发臭的气息。仅仅一眼，顾文就知道这个小女孩没救了，已经深度感染了。在这个缺少药品的末世，这就是死刑。随后，顾文就对着那名母亲默默地摇了摇头。听天由命吧。那个母亲闻言，没有大喊大叫，只走上前去，摸着女儿的脸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顾文心中也不是滋味，从怀中拿出自己今天的口粮放在地上，默默离去了。回到整个基地的最高点，无神地望着即将崩溃的基地，没有药品，没有食物，没有水，外界还有恐怖的丧尸，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就在他考虑要不要解散时，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回头一看，竟然发现是失踪的杜克。刚想说些什么，就看到杜克一脸激动地说道：“首领，我们有救了，真的有救了！什么有救了？我之前不是说有一伙人免费给了我水和粮食，现在他们的主力部队来了，乌泱的有好几万人。之前外面炮打丧尸的就是他们的队伍，他们的重火力也很夸张了，成排的坦克、装甲车最少上千辆，还有直升机、火箭车等等。而且他们物资充沛，想用物资换劳动力，8小时工作制，上午休2。真的假的？不能是骗子吧？把人骗过去再吃干抹净。”杜克听见首领的怀疑，当即一笑，不像是在末世里拼命，他们都是文明人，不像是末世的人类，而且他们的实力摆在那，要是真来硬的，咱们也没有任何办法。顾文陷入了沉默。杜克说的是对的，对方要真是有如此实力，自己等人相不相信也没有太大必要。于是捋清思绪后，立即拍板，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所有搜寻队马上回基地，我们搬家。随着顾文的命令下达，破烂帐篷里、铁皮屋里、稻草屋里的人纷纷走了出来。当他们听到8小时工作制、上午休2这几个词时，都以为自己听错了。开什么玩笑？都末世了，还能有这福利待遇？就是末世前也没有这待遇啊！每天晚上10点下班就不错了。听着下面的怀疑声，顾文没有恼怒。我知道我说的这些跟梦一样，在你们眼中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这是真的。杜克曾亲眼看到，他们是真的军队，不是帝国的余孽。他们有秩序，有火力，有粮食，更有宝贵的药品。愿意相信我的，就跟我走吧。说完，顾文拿起武器朝外面走去，杜克跟上，随后是第3个、第4个、第5个、第10个、第100个、第1000个，几乎整个幸存者基地的所有人都跟着走了。2个小时后，幸存者的众人来到蓝星在异世界搭建的基地。当他们看到成排的坦克、装甲车以及纪律严明的军队，一个个都愣住了。特别是看到队伍中那些病人，非医疗兵就地注射药物清理伤口后，一个都红了眼，第一次意识到，在这个末世中，原来文明真的还存在。随后剩下的这些人被负责士兵带到安置区，他们看到了一排排整齐的样本，进去一看，里面各种设施一应俱全，有热水器，有电视机，还有空调，甚至还有游戏机。我不是在做梦吧？你快给我一巴掌，让我看看是不是在做梦。顾文同样如此，看到这些在梦中才能出现的设施，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确认不是梦境之后，顿时红了眼睛。原来真的是真的。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幸存者们每天上班帮忙，为军队节省了大量的劳力资源。顾文和杜克2人也被邀请到军方，当了一名本地临时顾问，对当地的其他幸存者基地开始了系统的整合。有些幸存者基地虽然条件艰苦，但依旧坚持底线，人性尚在。这类人军方直接就接收了，带进安置区。还有一些幸存者基地早已经人性扭曲，一子儿时都算好的。很多人都已经将一些老弱病残戏称两脚羊，将一些10岁以下的小孩更是称为极品两脚羊，说肉质细嫩，口感好，特别香。王战下令对于这种幸存者基地直接覆灭。宋哲接到这一命令后，便立即率领2000士兵、200多辆卡车，对一些幸存者基地进行饱和式打击。等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我坐在指挥室内，望着眼前新出现的72小时倒计时，下意识瞪大了眼睛，随后拿起对讲机，给我接通王战总指挥。嘟嘟嘟，喂，总指挥大人，我这边又出现了新的倒计时，我有一种预感，这一次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话音落下，对面王战的呼吸顿时急促起来。什么新的世界？这一阵子，国内的科研界因为新材料的原因，接连有了重大突破。碳基光刻机已经有了成品，核聚变进入新的历程，整个国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这一切的原因都源于一个年轻人。现在这个年轻人再次遇到了危险，国家绝不会袖手旁观，而且说不定又是一个新的机遇。于是当即让我回到罗布泊，让我安心等待。很快，在我回到罗布泊之后，黑龙小队、战龙小队、雷龙小队再一次聚集，宋哲也来了，望着我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可以啊，我还以为咱们没有合作的机会了，没有想到这么快又要并肩作战了。如果可以的，我宁愿不要。我想在家舒舒服服的躺着。时间过得很快，72小时转瞬即逝。宋哲望着手底下的队员，所有人立即检查装备。20多个士兵顿时将身上的装备检查一遍。通讯正常，弹药充足，装甲正常，确认完毕。我则呼出一口气，望着眼前即将归零的倒计时。时间到了，准备出发。熟悉的蓝色光幕再次展开，战龙小队先行探路，收到。7名战士先行踏入光幕，随后无线电中传来雷龙小队的声音：引力正常，空气正常，安全，出发。宋哲一声令下，
科研组和其他2支小队陆续踏入蓝色光幕中，我也紧随其后，在光幕消失在空气中后，王战忐忑地望着众人消失的地方。一定要平安回来啊！另一边的我，视线从黑暗再次恢复了光明，入眼的是一片山野，眺望远处能看到一些残破的钟楼。宋哲询问倒计时多少时间？我看了一眼眼前的倒计时，5个小时，和你刚穿越丧尸世界差不多。那一次，好像时间也不长。没错。但我的声音刚刚落下，远处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声，接着又是几声轰轰轰的枪声。众人望向枪声方向，瞬间警觉。宋哲立刻举起战术手势，沉声命令：全员开红外扫描，保持队形，向前推进。等众人抵达一处平原后，顿时被眼前的一幕震慑。只见在平原上，一支士兵小队正在保护一堵森林，与一群体型硕大的虫子激战。那些虫子浑身包着甲壳，长着长长的獠牙，小孔径的子弹打在他们身上根本不响。我缓过神来，这次我们估计是到了虫灾的世界。宋哲迅速观察虫群数量，莫约30多头，但源头无法判定，不知道是星际虫灾还是行星虫灾。星际虫灾意味着这些虫子能够横跨行星，星际吞噬为民，这颗星球怕是没有救了。行星级别的虫灾还能抗衡，我沉声表示。看他们的装备，还在使用传统武器，落后咱们50年左右。就在此时，正在与虫子抗衡的士兵似乎是发现了我们，向我们发出求援。喂，能不能帮帮我们？我们快撑不住了。我的神情顿时一怔，我操，华夏语！他们说的是华夏语。众人也纷纷一愣。宋哲一声令下，不管是不是咱们国家的人，先救人要紧。黑龙小队列阵，火力覆盖。明白。黑龙小队立刻在地面部署重火力，对准虫子的区域一顿狂轰乱炸，一颗颗高爆炸弹落在虫群中，巨型虫子在威力巨大的炸弹面前顿时被撕裂。仅仅一波火力倾泻，原本气势汹汹的虫族被消灭一空。那些士兵被救下后，迅速来到我们面前敬礼，随后铿锵有力的询问：我是雷霆集团军38连连长刘天，感谢你们的援手，请问你们是哪个集团军的？宋哲望着他的脸上染着血迹和坚定的眼神，下意识地回了一个军名。短暂的交流中，双方都能感受到对方那同宗同源的精气神。但随着刘天眼神扫过我们小队的装备，看见那精良的高能突击步枪和身上的最新一代的外骨骼装甲，眉头不由得一皱。我们的装备显然有点太过于突出了。宋哲心中也在思索，他现在已经能够大概判断，这里确实是大夏，但是虫灾版的大夏，可要怎么跟对面说自己的身份？难不成直接说我们来自另一个世界？会不会以为是精神病？就在这个时候，我走出队伍，对着刘天伸出手：您好，我们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大夏。当我平静的开口说出那句我们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大夏，全场瞬间安静到能听见风声。岳伟峰整个人愣在原地，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到震惊，再到彻底的目瞪口呆。你说另一个世界的大夏？他身后的士兵面面相觑，纷纷倒吸冷气，有人不信，也有人眼中闪过激动的光。岳伟峰死死盯着我，声音有些沙哑：这你们确定不是在开玩笑吗？我没有回避，郑重地点了点头。他们的装备，他们的气质，那种不一样的科技气息，让岳伟峰想笑却笑不出来。这装备这火力，你要说不是我们世界的，还真说得通。他立即掏出军用终端，连线上级。报告营长，这里出现一支自称来自异世界大夏的部队，装备与我们完全不同，火力极强，请求进一步指示。不到1分钟，营长也懵了，你说什么来自另一个世界？10分钟后，消息层层上报旅长集团军司令直至虫灾世界的大夏中枢最高会议室，首都指挥中心内灯火通明。一名满头白发、身穿将官制服的老者猛地站起：你说他们自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大夏，正是虫灾世界大夏中枢最高总指挥夏浩瑞。此刻他的神情一片凝重，旁边的参谋飞快汇报着局势。报告首长，自从半年前那块未知陨石坠落太平洋后，虫潮在海底爆发，虫灾席卷海洋。目前东南沿海多地失守，西方各国已濒临崩溃，我们也在全线防御。若情报属实，他们可能掌握着我们无法理解的科技。夏浩瑞沉声道：立刻视频连线。几分钟后，岳伟峰将终端递到我面前，屏幕里一位满脸皱纹却目光如炬的老者出现在画面上。我是大夏中枢总指挥夏浩瑞。他声音浑厚，透着战火磨练出的威压。你们说，你们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大夏吗？我目光沉稳，微微颔首。是，我叫陈默。我们确实来自另一个世界，一个与你们相似却没有虫灾的大夏。整个会议室陷入死寂。夏浩瑞盯着屏幕，沉默良久。参谋快速调出识别结果，低声报告：首长，对面人员的面容、虹膜、指纹，全都在我们数据库中查无此人。装备风格与我军完全不同，科技路线有显著差异，且不具备仿造可能。综合判断，他们很可能说的是真的。夏浩瑞缓缓坐下，目光深沉，没有身份记录，却讲着我们的语言。装备与我们不同，却同样高效先进。看来他们真的是来自另一片大夏的勇士。我看着通讯屏幕上那张满是皱纹却坚毅无比的面孔，语气平稳而真诚。我注意到你们目前正遭遇虫灾危机，我们能来到这里，其实也是一种巧合，但时间有限。再过2个小时，我们就要回去了。预计1周内，我们会再回来。夏浩瑞微微点头，
神情里透出一丝遗憾。时间这么紧，那恐怕你们来不及抵达中枢指挥部了。就在这时，素颜站了出来，语气干脆利落。那就先进行一次科技情报互换，我们将分享现阶段的科研方向与技术成果，下次再来就能直接开展联合攻关。这句话让夏浩瑞眼前一亮，立刻点头。好，这个主意非常好。他转头吩咐身旁的参谋，立刻把我们的核心科研项目资料整理一份，包括能源武器防御体系以及机甲技术。没多久，首席科研专家万志渊博士出现在屏幕另一侧。他看上去已经连续熬了几天夜，眼神却仍然炯炯有神。这是我们目前大厦的部分科研概要。万志渊将手里的终端递向摄像头。虫灾爆发后，我们将全部科研力量整合在曙光计划下，主攻方向为高能粒子武器、防御屏障机甲技术以及重组基因逆向解析。资料紧急整理还不够全面，但至少能让你们了解我们目前的水平。素颜也毫不犹豫，将自己这边准备好的资料同步过去。那是一份关于碳基科技体系超级聚变能核心零碳与玄辉石能源应用的科技概要，以及合成淀粉超高音速导弹055万吨大区电磁弹射核动力航母等技术。随着两边的资料互传完毕，双方的科研终端都弹出了系统确认提示。那一刻，虫灾世界与蓝星大厦的两条科技树第一次完成了连接。我看了看腕表上的时间提醒，大概1小时后，我们就要回去了。夏浩瑞的声音在通讯中略显沉重。陈默同志，我代表虫灾世界的大厦，感谢你们的到来，你们带来了希望。我微微一笑，我们同源同根，理应相助。等我回来，再谈下一步的合作。对了，附近有没有相对安全的驻地？岳伟峰立刻答道：有，离这里30公里处，有我们雷泽旅的前线基地，那里地形稳固，防御完善，非常适合作为临时返回点。附近也有车，我们坐车去。在岳伟峰的护送下，我正着素颜等一行人，还有之前岳伟峰保护的村民，一起坐车踏上返回路线。山风卷起尘沙，远处的天空还弥漫着战火的余烟。当他们抵达基地时，视网膜上最后的倒计时也归零，一道湛蓝的光门在空地上缓缓张开。我回头看了岳伟峰一眼，轻声道：下次见。话音落下，他与众人迈入光门，蓝光闪烁间，身影消失在空气中，只留下岳伟峰久久伫立原地，望着那片空荡荡的天空，低声喃喃：希望你们真能回来。虫灾世界大厦中枢科研中心，夜色深沉，整座科研大楼却灯火通明，屏幕闪烁，仪器嗡鸣，仿佛一座不眠的钢铁熔炉。万志渊博士站在主控台前，手指微颤地翻动着刚刚从异世界传来的资料。玄辉石双蓝精灵碳母矿3种在他们世界根本不存在的奇异矿物，在数据面板上闪烁着蓝色的光。他喃喃出声：这不是物质科学能解释的，这是奇迹，是跨越文明极限的奇迹。他继续翻看资料，还有合成淀粉，如今虫族肆虐，后面这项技术也至关重要。还有055万吨驱逐舰和核动力电磁弹射航母。可惜，现如今的海洋已经成为了禁区。随即，他猛地转身，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同志们，看来我们梦寐以求的机甲科技体系终于能建立起来了。刹那间，整个实验大厅沸腾了。原本一脸倦意，已经熬了3天3夜的科研人员纷纷起身，眼眶通红。真的能行吗？只要玄辉石的能量密度数据没问题，我们的反应堆设计能实现自功能。机甲计划要复活了，雷泽计划要重启了。空气中弥漫着兴奋与热泪交织的气息。在虫灾肆虐的世界里，他们曾一次次幻想，若是能拥有一支真正的机甲军团，也许就能在虫海中为人类撕开一条生的缝隙。与此同时，蓝星的大厦，素颜正坐在研究中心的全息桌前，眼神专注，指尖飞快地操作着。异世界传回的科研资料被他一点点展开。当看到那份名为雷泽机甲实验体系的文件时，他的瞳孔骤然收缩。他们居然已经走出了完整的机甲理论体系。他迅速扫过几百页的文档，心脏的跳动声几乎盖过了电脑的嗡鸣。装甲材料、力学、液压、肌纤维、神经同步接口全都有。素颜忍不住站起身，呼吸急促。唯一的瓶颈是能源密度太低，机甲只能维持5分钟作战。下一秒，他狠狠拍了一下桌子，笑出声来。那正好，这是我们的强项。他的眼神重新燃起了久违的狂热。如果用玄辉石与双蓝晶组建微型聚变反应堆核心，再辅以零碳母矿的量子导能特性，他们的机甲不再是5分钟的玩具，而是可长时作战的钢铁巨人。他一边在全息屏上记录构想，一边喃喃道：他们有结构，我们有能源；他们有战斗体系，我们有材料。当2个世界的科技河流，真正的机甲纪元将被开启。屏幕上，2个文明的科技树被并列展开，逐步重叠，互相补完。一道新的标注浮现在中心：跨界联合项目雷泽玄辉计划，代号双世界联合机甲计划。素颜微微抬头，眼中闪烁着蓝光。他们能走到这一步，不仅靠智慧，还有那种逼近灭亡仍不屈的意志。他翻开资料，看到虫灾世界大厦科研报告的附注。
星辰钛合金，一种强度为钨钢10倍、韧性可在极寒中保持不变的超金属。素颜轻声念出星辰钛合金，脸上露出由衷的赞叹。难怪他们能撑起机甲体系，这个世界的灾难也淬炼出了属于他们的奇迹。与此同时，我这边的倒计时也重新启动，视网膜上的光标闪烁着冰冷的蓝光，倒计时5年。他深吸了一口气，心中早已清楚，这一次他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探索，而是救援。大夏中枢的作战会议室内，气氛空前凝重。在于国栋、贺星耀、万宇翔等人的共同决议下，指令正式下达：在我下次穿越时，向虫灾位面紧急运送战略物资，以玄辉石、双蓝精灵碳钴矿为核心，优先支持能源与防御建设。罗布泊基地的货运线昼夜不停，一辆辆军用货运车在夜幕中穿梭，车厢内装载着来自丧尸世界的矿物结晶，那是人类文明的一己之光。工程兵在装车时小声议论：这些东西听说能支撑反应堆，还能造机甲，需保密等级是最高的，问太多小心写检讨。哎，要真是造机甲，那这事儿值了。与此同时，大夏的各大研究院与重点高校也陆续收到一批来自国家机密项目的资料包，文件标题赫然写着雷泽机甲工程体系联合实验版，不过没有任何一份文件提及它的来源。龙科大高能机械研究所机器人领域的泰斗级院士沈文杰正坐在实验桌前，翻阅那份厚达数百页的资料。起初他只是随意浏览，但当看见那一页页关于液压机纤维联动结构神经同步反馈控制系统的设计图时，整个人愣住了。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推了推老花镜，手指都有些发抖。这套理论太超前了，完全颠覆了我们现有的机电控制思路。当他看到最后一页的核心装甲材料星辰钛合金时，更是皱起了眉头。星辰钛合金，我们这边从没听说过这种材料，不会是理论假想物质。他继续往后翻，发现整份资料极其严谨，无懈可击。即使核心材料未知，整体体系依旧科学自洽。他沉思片刻，忽然恍然大悟：动力系统的缺陷是这套体系的唯一短板，但如果用玄辉石、双蓝晶和零碳钴矿来弥补，能量密度完全可行，真是天衣无缝。随即露出一丝玩笑式的笑容，难不成上头真在月球背面挖出了外星科技？话音落下，他立刻召集团队进入状态。雷泽机甲项目从现在开始全面投入研究，3天之内必须交出第一版动力补全方案。类似沈明杰的场景在全国各地上演。科研院所工程实验室军工厂，一批批顶尖人才接入了雷泽机甲完善工程，日夜攻坚，层层突破。而所有的研究成果反馈与突破，都会在第一时间汇总至素颜手中。素颜站在科研中心的玻璃长廊前，看着窗外闪烁的灯，嘴角轻轻上扬。2个世界的科技树正在合流。他轻声呢喃：雷泽计划真正的钢铁黎明已经开始了，穿越的临界时间终于到了。清晨的科研院还笼罩在薄雾之中，沈明杰刚结束一夜的计算，正准备去泡一杯茶，门外却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几名身着深色风衣、佩戴特制徽章的安全局人员推门而入，为首那人神情肃然，语气却格外恭敬。沈博士，您在机甲控制与人机融合领域的研究，全国无人能出其右。现在国家有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需要您来带队，但我要提前说明任务危险保密等级极高。一旦接受，您可能要在很长时间内对外消失。沈明杰微微一愣，他从年轻到年老一直渴望能参与那种改变时代的工程，此刻他明白了，这就是那种机会。他没有犹豫，我愿意。签署保密协议的那一刻，他心头竟有些激动，纸笔落下的声音仿佛宣告了某种命运的转折。紧接着，他被带入一间封闭的会议室，安全局特调组的负责人递给他一份绝密文件。沈明杰打开后，第一行字就让他彻底愣住：项目来源异世界，大夏目标雷泽联合机甲计划。异世界，他忍不住重复了一遍，声音都有些发颤。文件中详细记载了虫灾世界的情报、穿越计划以及双方科技融合的进展。随着一页页翻过去，沈明杰的震惊逐渐变成了狂热。原来如此，这套雷泽机甲体系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另一个大夏在绝境中拼出来的成果。安全局负责人点头，正是现在他们那边正处于虫灾危机。中枢决定派出一支科技小队，由您担任负责人之一，随同萧晨一同穿越前往虫灾位面与那边的大夏联合研发机甲体系。沈明杰沉默了几秒，他望着那份带着大夏中枢印章的红色文件，心底涌起一股久违的炙热。能在有生之年见证2个世界的科技并肩，这是一生的荣幸。他挺直腰杆，目光坚定。当天下午，一架军用直升机降落在他所在的研究院楼里，旋翼掀起的风吹散了他的白发。他回望那栋陪伴自己数十年的实验棚，轻声道：老伙计们，这次我要去更远的地方造梦。不久，他前往军用机场，然后搭乘军用飞机，目标罗布泊基地。罗布泊基地的夜静的出奇，星空辽阔无边，风卷着沙粒从远处的试验区吹来，带着一股冷冽的干燥气息。我走在院子里，脚步缓慢，思绪沉重。穿越倒计时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可他心头却没有半分轻松。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你看起来似乎有心事。他回头是秦心玉，他依旧穿着那件白色研究服，长发被夜风轻轻拂动。我苦笑了一下。是啊，上一个世界是丧尸世界，虽然危机四伏，但那种绝望我还能应对。可这次不同。我抬头望向夜空，眼神里映着点点星光。那边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大夏，同样的语言，同样的血脉，同样的旗帜。看着他们被虫灾吞噬，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素颜说的对，如果虫族真是跨星际的智慧生物，那我们无论怎么努力，或许也只是杯水车薪。可能这一次我们面对的是根本无法战胜的东西。
风在寂静中掠过，卷起脚边的沙尘。我的语气带着一种压抑的疲惫。秦星玉静静看着他片刻后，柔声说道：“不是徒劳哦。”我抬头看着他的眼睛，秦星玉的目光很亮，像夜空中最坚定的那颗星。人定胜天不是口号，即便最后的结局是失败，努力的过程本身就是意义。他轻轻笑了笑。况且他们既然与我们同宗同源，就一定也继承了我们的精神。自强不息，从不低头，这是写进血液的东西。我愣了几秒，嘴角终于露出久违的笑意。你说的对，哪怕前路再黑，我们也该做那盏灯，至少让他们看到还有另一个世界的大夏，再同他们并肩。秦星玉微微点头，风拂过他的发丝，那一刻他的笑容温暖。穿越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罗布泊地下隔离舱内一切都已进入最终倒计时。舱壁的灯光闪烁着冷白色的光，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血脉奋张的紧张气息。我看了眼视网膜上的倒计时，那一串数字在反射的蓝光中仿佛在跳动的心脏。全员进入就位状态，郑哲一声令下，声音铿锵有力。战虎小队、烈焰小队、雷霆小队3支大夏最强的几支特战小队，此刻集结完毕。每一名队员的装甲表面都闪烁着战术识别光，动力外骨骼发出低沉的嗡鸣。几十辆100式主战坦克整齐排列在舱口通道炮口朝前，随时准备在穿越后开火。履带摩擦地面的声音低沉而厚重，如同战鼓在地下轰鸣。科研组那边以素颜和沈明杰为首的数十名科研人员也已完成部署，他们的任务和重灾世界的大夏科研人员联合为后续机甲研发提供支撑。素颜看了眼冷静的我，深吸一口气，这次我们带去的不只是希望，还有未来。沈明杰轻轻推了推眼镜，神情专注。雷泽机甲计划就要真正启动了。我环视一圈所有人，缓缓说道：“各位，这一次我们不只是探索者，更是大夏的使者，让两个世界的科技并肩，让人类的火种不被任何灾难熄灭。”与此同时，重灾世界精灵近郊一处临时军用基地正陷入苦战，虫巢如同黑色海啸般从地平线涌来，密密麻麻着敌意。岳伟峰站在防御线前，身上的盔甲早已被虫血染得漆黑。火力覆盖区1号、2号连续开火，别让那些空中虫靠近。营长虫子的攻势太猛了，同志们快顶不住了！一名战士满身伤痕冲上前，声音嘶哑。岳伟峰咬牙怒吼：“顶不住也要顶！这处基地哪怕剩一个人，也不能让他落到虫子手。记住沉默说过的话，他们会从这里回来。”他猛地举起突击步枪，对全员高喊：“同志们，人在基地在，人在基地在！”呐喊声此起彼伏，与炮火轰鸣交织成一片。一群血肉之躯在虫海浪潮前筑起最后的壁垒，天空被火光映得通红，纯血与碎甲交织成地狱般的画面。而在遥远的另一端，罗布泊地下隔离舱内，倒计时的最后1秒跳动，传送门开启，轰！蓝白色的能量漩涡骤然点亮夜空，犹如一颗坠地的恒星。那耀眼的光芒将整个罗布泊基地照得低明如昼。强烈的能量风暴在地面掀起尘浪，士兵们下意识抬起手臂遮挡，脸上是压不住的震撼与期待。倒计时开始，广播声在指挥大厅中回答：“传送稳定，可以进入。雷霆小队出发。”宋哲怒吼着带领小队16人驾驶着100式主战坦克，随后是战虎小队、烈焰小队。战车轰鸣着冲入光门，紧随其后是战车内的我、素颜、沈明杰与科研组的核心成员。他们身后一辆辆满载物资的宇航船迅速驶，车厢里装着一箱箱玄辉石双蓝精灵探母矿，那是跨越世界的希望。蓝白能量的光浪此刻几乎沸腾，所有人都明白，每一秒都是与时间赛跑。快还有30秒。最后一辆运输车的尾灯消失在光幕中，传送门的能量开始不稳定，波纹像水面一样荡漾。结束倒计时19.8，光芒开始收缩，空气中弥漫出一阵震荡的低鸣，随即嗡，传送门骤然闭合，只留下空旷的风声与一地滚烫的能量残骸。基地陷入短暂的寂静，所有人屏住呼吸，看着那片已然熄灭的虚空。西部战区司令万宇翔站在远处的掩体边，目光深邃如铁。他缓缓摘下军帽，低声喃喃：“一定要安全归来啊！”我乘坐的100式主战坦克轰鸣着冲出传送门室，轰轰轰！震耳欲聋的炮火几乎在同一时间淹没了视野，空气中充斥着金属与漂浮味，地面被爆炸震得翻卷，无数虫族在火光中嘶吼翻腾追赶。无线电里宋哲的声音急促传来：“注意安全，这边正遭受虫族进攻，我们正在协助防线支撑。”紧接着一个嘶哑却铿锵的声音插入频道：“你们终于来了。”是白红营营长岳伟峰。我抬头望去，只见前方阵地上，岳伟峰披着被血火泥染黑的防弹披肩，眼神坚定如铁，带着仅剩的几十名士兵，死死顶在防线最前方。每个人几乎都带着伤，有人缠着临时止血带，依然在装死待死；有人单手握着机枪，另一只手空荡荡的只剩绷带。我心头猛地一紧，他明白这些人之所以死守这座军事基地，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给他们腾出安全的着陆空间。全员准备支援，火力覆盖前线。宋哲大喝一声，几十辆100式坦克同时调整炮口，火控系统迅速锁定目标，炮口赤亮如星。下一秒，轰！数十发120毫米穿甲榴弹同时出膛，像流星雨一般划破天幕，落入红巢中心。巨大的冲击波掀起滔天，那些如山的虫群在烈焰中被撕碎，残肢与甲壳在空中翻飞。主炮装填完成，继续开火。炮声连成一片，机枪火舌横扫，弹壳如雨洒落。短短10分钟，战线重新稳住，虫巢在火海中崩溃溃散，无数虫族尸体堆积成山。岳伟峰大口喘气，目光望向那一排排重装坦克，眼中满是震撼与感激。太好了，终于撑住了！战斗平息后，岳伟峰亲自赶来会面，看着那一辆辆运输车上堆满的物资，他深吸一口气。中枢已经下令，岳伟峰郑重地说道：“你们抵达后，立即随我前往001号军事基地。
那是我们大夏抵抗虫巢的核心防线，也是指挥枢纽。明白。郑哲立刻应声，车队重新启动，履带碾压着焦黑的地面前行。夜风带着血腥味，却也夹杂着希望的气息。途中，我望着那一片被炮火照亮的废墟，语气平静却坚定。岳营长，我们能停留5天，5天后我们会回去准备更多资源，再回来支援你们。岳伟峰点点头，露出疲惫却真挚的笑容。有你们在真好。随后，车队浩浩荡荡地驶向001号军事基地。一路上，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硝烟味，远处的天空偶尔被爆炸的光映着。与此同时，001号军事基地的中枢指挥塔内红色的警示灯不断闪烁。身着将军服的夏浩瑞正立在巨大的全息沙盘前，神情凝重。沙盘上虫族的攻势从东南方向蔓延，如潮水般逼近。这时，通讯员快步跑来，报告确认对接成功，他们已经进入本位面，正在向我方基地靠近。夏浩瑞点了点头，目光微微一亮。根据传回的通讯，最多5天，那就必须在5天内把所有能交流、能合作的技术全部打通。旁边的首席科研专家万志渊立刻起身，组织团队进行对他们带来的资料分析。几分钟后，当雷泽机甲体系的补全文件出现在屏幕上时，整个科研室都安静了几秒，接着爆发出一阵近乎狂喜的欢呼。这是碳基能源核心还有双蓝晶与玄辉石的聚变稳定方程。万志渊的手在颤抖，他几乎是喊着对助手们说：“太好了，这正是我们缺失的那一环。”这些天来，虫族的连番袭击让工业供应线彻底中断，关键材料短缺，能源不足，实验中断，他们的研究几乎陷入停滞。而此刻，来自异世界大夏的资料，无异于一场横空而来的救命甘霖。马上立刻召集所有机甲研究小组，将新材料理论导入雷泽机甲反应堆模型。万志渊脸上的疲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久违的热血。他握紧拳头，眼中闪着光。只要这次验证成功，我们就能让雷泽机甲真正站起来。指挥塔的窗外晨曦微亮，风吹动旗帜旗面上那道熟悉的红色烈焰在阳光中飘逸。夏浩瑞看着那气语气坚定。无论是这个世界还是他们的世界，大夏从未向命运低头。不久后，我穿过层层防御线，终于抵达了001号军事基地。这座基地坐落在荒漠与钢铁的交界处，防空炮、自动火炮与自动机枪林立，天空中不时有巡逻的无人机掠过。而在基地正门前，身披作战指挥披风的夏浩瑞与白发苍苍却精神矍铄的万志渊博士早已亲自等候。我一下车便看到那双饱经战火的眼睛，既有疲惫也有炽烈的希望。素颜与沈明杰率先上前略作敬礼。夏司令万博士，我们带来了你们急需的物资与样本，请看。素颜抬手指向身后的运输车，车厢缓缓开启，整整齐齐地堆放着玄辉石双蓝晶与零碳钼矿，蓝白银3色的矿晶在灯光下折射出梦幻般的光辉，宛若人类文明的心脏在跳动。万志渊怔住了，随即快步上前，双手颤抖地触摸那块玄辉石。这能量反应太惊人了，不可思议，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造物。他转身一把握住素颜与沈明杰的手，眼中满是激动与感激。你们带来的是希望，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说道。带我去实验区，我们立刻开始测试能量反应，时间不多，不能浪费1分1秒。素颜、沈明杰与科研小组一同前往科研区，开启了跨越2个世界的首次联合研究。另一边，我与郑哲则在夏浩瑞的带领下进入了指挥区后的休息室。沿途士兵们匆忙奔走，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不断跳动着红色警示区域，虫族的攻击方向几乎铺满整个沿海防线，战情紧张。夏浩瑞一边走一边压低声音道：“条件简陋，请海涵。”我微笑摇头：“司令客气了，我们都是干实事的人，不讲排场。”两人对视，神情中都有一抹坚毅。夏浩瑞微微点头，语气变得郑重：“感谢你们跨越世界的元首。”他顿了顿，看向外头那一轮被炮火染红的天边，声音低沉，却透着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你们带来的也许不只是物资，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相信，这场与虫族的战争我们还有希望。我静静看着他，缓缓开口：“不管是哪个事件，我们大夏从不向绝望低头。”另一边001号基地的主实验舱内灯光明亮如昼，三人围在中央的全息投影台前，立体投影中一具高达15米的雷泽机甲缓缓旋转，蓝色能量脉冲在其胸腔中闪烁，如同一颗人工心脏。素颜指着机甲胸腔的能量舱结构，语气急促而充满激情：“你们的雷泽机甲架构非常先进，但能量供给不稳定，虫灾环境下，这种短续航根本撑不住战线。如果我们引入双蓝晶的冷凝导流层，再结合玄辉石的均能反应，能源效率至少能提高4倍以上。”沈明杰迅速在虚拟终端上调出建模结果，几行代码闪烁之间，模型中的能量曲线瞬间跃升。看这样设计可以稳定输出，不会出现能量波动导致的熄火问题。万志渊博士看着2人操作，整个人仿佛年轻了20岁。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妙啊，太妙了！原来双蓝晶的量子冷凝效应可以替代我们原先的聚能管道。我们之前用星辰钛合金去强行承压，结果导致能量损耗严重。现在这个思路完美互补。”素颜一边操作一边说道：“你们的星辰钛合金是个奇迹金属，强度高，延展性好。我想在其表面附上一层零碳钼矿纳米膜，这样既能提升导电率，又能实现战斗时的自愈负荷。”万志渊呼吸都急促了，眼神发亮。如果真能实现，那就不只是机甲，而是一种具备生命特征的战争兵器。沈明杰笑了笑，推了推眼镜：“我们一直都在追求这个目标。”三人相视而笑，紧接着他们同时伸出手点下能量系统融合测试的确认键。
下一秒，整座实验室的灯光瞬间一暗，中央反应堆模型亮起刺目的蓝光，一圈圈能量波动沿着模型外壳扩散出去。监控屏上能源输出稳定上升。万智渊攥紧拳头，声音颤抖，成功让能源系统融合成。素颜微微一笑。从今天起，雷泽机甲真正拥有了心脏。随着模型验证顺利完成，整座001号军事基地的工业区彻底沸腾了。厂房的警示灯一盏接一盏亮起，机械臂开始运转，熔炉内炽烈的金光喷薄而出，空气里弥漫着高温金属的气息。雷泽机甲原型机正式启动建造，那具高15米的钢铁巨躯终于从图纸与飞迈向了现实的诞生。过去数月，雷泽机甲的核心能源系统一直是最大瓶颈，能源无法稳定，反应堆效率低下，使原型机长期被迫搁置在生产线上。而如今，随着玄辉石、双蓝精灵碳钼矿3种奇迹材料的到来，素颜和万智渊联手攻克了最后的壁垒，能量脉冲核心稳定启动。这意味着雷泽机甲终于可以真正动起来了。实验间隙，素颜与万智渊并肩走在轰鸣的厂区通道上，钢铁的撞击声从四面回荡，远处机甲半成品的骨架在吊臂下缓缓升起。素颜看着那具庞大的身影，语气中带着真诚的敬意。你们的星辰钛合金真是不可思议的材料，硬度惊人，耐能量冲击，还能兼顾柔韧度。说实话，我们那边根本造不出这种金属。等我们回去能带一些样本走吗？万智渊愣了愣，随即笑了。当然没问题。虽然星辰钛合金在我们这里也极为稀有，但是相较于你们援助的能源技术，这不算什么。素颜点点头，语气柔和。放心，我们不会多拿。你们这边还有抵御虫灾，我们只需要少量样品用于预研。等虫灾平息后，再由我们的大夏正式签署长期合作协议。听到虫灾平息4个字，万智渊沉默了。厂房外远方的地平线正被炮火映红，每一次闪光都代表着又一场战斗，又一批牺牲。片刻后，他缓缓伸出手，与素颜紧紧握在一起。好，那就等我们平定虫灾的那一天。素颜笑了笑，也郑重的回握。一定会的。就在雷泽机甲的组装前，轰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从基地外数十公里处传来，警报瞬间响彻整个001号基地，所有警示灯一起转为红色。虫族攻势再次出现目标，东南方向的要地防区。通讯频道里传来焦急的汇报声。虫群数量庞大，疑似出现新的重甲种，请求增援，请求增援。指挥大厅内，夏浩瑞脸色一沉，猛地起身。防守困难。参谋长沉声应道。是第3防线正被压制，预计10分钟后失守。与此同时，科研区传来另一条紧急通讯，万智渊的声音透着激动与紧张。报告司令，再有10分钟，雷泽机甲原型机即可启动，能源核心稳定率已达标，我们可以上战场验证实战性能。夏浩瑞沉吟数秒，随即果断下令。好，告诉前线20分钟后援军到达，让他们死守阵地，不惜一切代价撑住这20分钟。他转头看向作战指挥官，预备队立刻出发，全程火力掩护。无论如何不能让那条防线失守。作战人员立刻行动，坦克、装甲车轰鸣着驶出机库，大地在震动，扬起的尘沙被基地防护罩反射出微弱的光。此时的科研区，万智渊、素颜、沈明杰几乎是连轴转，能量核心的蓝光脉冲越来越稳定。机甲外壳的最后一层零碳钼膜正在进行内米级融合，完成度98%，能源舱温控稳定，机体神经同步系统接通。终于，随着一道清脆的提示音响起，雷泽机甲原型机系统就绪。万智渊长舒一口气，整个人几乎瘫倒在椅子上。他抬起头看向面前那具高达15米的钢铁巨人。终于能动了。素颜没有浪费时间，直接下令，通知司令部机甲随时可以出征。指挥部那边传来夏浩瑞沉稳的声音。明白，雷泽机甲原型机由岳伟峰亲自驾驶，目标东南防线，任务代号曙光出击。这是第一次机甲实战，也是第一次对虫族的正面迎击。一时间，整个基地都陷入了一种亢奋的寂静。无数士兵停下脚步，望向远处那座高大的机库，在那里，雷泽机甲静静伫立，蓝色能量流光在胸腔内闪烁，仿佛真正的希望终于睁开了眼。岳伟峰接到命令后，立刻赶回研发区。当那扇厚重的合金舱门缓缓开启，一股压迫性的轰鸣声扑面而来。只见那具15米高的雷泽机甲伫立在灯火通明的机库中，蓝白色能量光脉顺着装甲的缝隙流转。岳伟峰的呼吸不自觉地急促起来，哪怕身经百战，此刻也被震撼得说不出话。这就是雷泽机甲。万智渊走上前，语气中掩不住的骄傲与激动。整机采用星辰钛合金主骨架，外层附以零碳钼膜，防御力和柔性坚固。核心能源是新型聚变反应堆，在高强度作战状态下也能持续运转整整1星期。他顿了顿，继续介绍：武装系统为双体系，主武器是高能激光炮与动能磁轨炮，近战则配备星辰钛巨斧，能一击斩碎虫族重甲。此外，机甲具备短时悬空和高机动跃迁能力，但暂时还不具备远程飞行功能，属于地面强袭型。岳伟峰认真倾听，神情坚定。了解系统数据，我已同步，那我出发。万智渊点头。祝你好运，雷泽骑士。随着驾驶舱合拢雷泽机甲的掩护光束亮起，刺目的蓝光照亮整座机库，能源系统启动，神经同步率98%，武装模块全部解锁。雷泽机甲岳伟峰出征，伴随着沉重的步伐声，雷泽机甲迈出了第一步，每一步都如地震般震撼，扬起那铁尘土。
而控制中心内，素颜、沈明杰、万智渊三人紧盯着屏幕，数据流在投影上疯狂跳动，能量输出曲线、机体负载率稳定系数一一监测。素颜沉声道：“开始实战数据记录，全程观测，同步反馈。”沈明杰轻轻一笑：“我们的孩子终于上战场了。”万智渊握拳，目光炯炯。这一战之后，雷泽机甲不再只是实验体，它将成为人类对抗虫灾的第一柄利刃。东南防线，天际燃烧着暗红的云炮火将夜空撕裂，空气中弥漫着焦灼的金属味与硝烟。战场上到处都是燃烧的残骸与嘶鸣的虫吼。来自001号基地的增援部队已经在5分钟前抵达，但形势依旧严峻。虫群一波接一波从山谷与地表裂缝中汹涌出，那些浑身披覆着金属之外壳的重甲种正顶着密集的炮火一步步逼近防线。火力全开，拦不住就用榴弹压制。报告弹药只剩3场，该死的那东西扛了一发155毫米还在躲。每一声轰鸣都像是给他们的精神再添一道裂纹。连长满脸尘土，声音嘶哑，却依然咆哮。就一句话，人在阵地再退一步都不许。他转身举起步枪，对着前方那道黑压压的虫巢连开数枪。所有人注意，优先打击重甲种关节位置，那是他们的弱点。一阵猛烈的爆炸掀起沙尘，前排的战壕被虫群冲垮，一辆塔克被巨虫掀翻在半空，防线要被突破了。连长猛地按下肩上的通讯键，向基地报告，我们还能撑。话音未落，一只重甲虫的鏖刃猛然刺穿了掩体，震得整片阵地都在颤抖。连长咬牙用尽最后的力气，将一枚反坦克手榴塞进了虫口。滚回地狱去！轰轰！剧烈的爆炸让周围的士兵瞬间失措，但在那爆炸的光焰中，他们仍看见新的虫群已经再次涌了上来。士兵们背靠背，满脸是血，仍死死扣着扳机。弹药快没了，没关系，刺刀还有。那一刻，东南防区的上空只剩下一句震撼人心的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人在阵地。就在防区即将被虫巢彻底吞没的那一刻，天空骤然传来一阵低沉的轰鸣，那是空气被强行压缩撕裂的声音。所有人本能地抬起头，只见一团耀眼的蓝白光从天际坠落到15米高的钢铁巨影狠狠砸落在战场中央。雷泽机甲原型机，是机甲，我们的机甲来了！士兵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巨大的机体表面闪烁着能量脉冲，胸腔的反应堆光芒如同星辰，地面在它的落地瞬间猛然下陷半米，卷起的尘浪直接将前排的虫群掀飞。驾驶舱内，岳伟峰紧握操纵杆，声音低沉而有力：“放心，援军到了。”话音刚落，雷泽机甲抬起右臂，机械增压瞬间爆响，目标锁定重甲种。轰！星辰太巨斧携带着恐怖的能量曝光，直接从半空劈下。重甲种那厚若装甲钢板的外壳被一斧斩成2半，巨斧反手横扫空气，被整列成音爆裂，数十只虫族瞬间被搅成碎片。紧接着，肩部炮塔解锁，双管高能激光炮启动，目标虫群密集区，能量汇聚发射，一道刺目的白光划破战场，虫群被高温瞬间融化，留下大片焦黑的地面与尘气。岳伟峰眼神一凝，脚踏推进器，整具机甲跃入虫巢中心。来啊，继续送死！雷泽机甲化作一团蓝白风暴，巨斧在空中狂舞，如同一台巨大的绞肉机，咆哮爆炸金属的更是虫巢的推进硬生生被扭转，阵地上的士兵们目瞪口呆。那是我们的大夏机甲！天啊，这才是真正的人类之盾！雷泽机甲干得漂亮！有了雷泽机甲的加入，东南防线终于稳住，虫群被强行压制，阵地重燃希望。与此同时，001号基地的指挥中心屏幕上，雷泽机甲的实时画面不断闪烁，高能武器的光束撕裂虫群，爆炸的火焰反射在每个人的脸上。素颜、沈明杰、万智渊三人全都屏息凝视。片刻后，沈明杰忍不住露出笑容：“这战力太强了，只要能量供应足够，雷泽机甲就是人类对抗虫族的终极壁垒。只要能批量制造，我们这一边的文明就稳了。”万智渊却没有笑，他摘下眼镜，神情沉重地叹了口气：“若是和平年代，大夏有完整的工业体系，雷泽机甲的量产自然不在话下。可现在……”他看着墙上那张全球态势图，上面大片的红色区域代表虫族势力范围，已将世界几乎吞噬殆尽。虫灾爆发后，全球供应链早已崩溃，大陆全线失守，苟延残喘，多国彻底灭绝，整个地球只有我们大夏还在苦苦支撑。但即便如此，战力也在一天天削弱，资源匮乏，运输中断，基础设施被毁，我们连最基本的制造线都难以维持，更别提大规模机甲生产。他说到这，声音低了下去。更关键的是，雷泽机甲需要高强度的神经同步适配者，他们必须意志坚定，心智稳定，反应极快。可现在战火遍地，我们根本没法系统筛选。素颜和沈明杰对视一眼，随即点头。素颜沉声道：“如果是供应链问题，等传送门可以长时间维持，我们那边可以直接帮你们制造核心部件、能源组件、装甲模组，我们都能供应。”沈明杰接着说道：“至于神经同步者，我们那边也能协助筛选，挑选那些意志坚韧、不惧牺牲的人，送来你们的世界，
成为真正的机甲骑士。万志渊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光。你们愿意帮我们吗？素颜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同为大夏人，不分世界。沈明杰也点头道：我们不只要帮你们活下去，还要一起把虫灾彻底终结。万志渊激动得几乎哽咽。那就拜托了。最后，素颜、沈明杰与万志渊三人连夜投入了新一轮的技术攻关。实验室的灯光亮了一整夜，他们围绕雷泽机甲在战场中暴露的不足、关节能耗、神经延迟、热能回收，逐条讨论，反复推演。每一次参数的调整都是一场争论，每一次方案的敲定都像是在赌命。素颜一边敲着终端，一边说：主控服务的响应速度必须再提15%，否则近战会吃亏。沈明杰皱着眉反驳：那样能耗太高，散热来不及。万志渊忽然插话：不如我们尝试双层神经反馈，用零碳钼矿导能层分流，既快又稳。三个人几乎是拍着桌子推演出了一整夜。到凌晨，新的雷泽机甲模型已在全息投影中逐渐成型，更快、更稳、更强。同时，万志渊递出一份厚厚的蓝图，这是我们筛选神经同步者的设备制造图纸，你们回去后可按此建造，挑选出能够与机甲神经接口完全契合的人才。素颜郑重点头，收下图纸。放心，我们那边会尽快展开筛选工作。另一边，基地指挥大厅内，我正站在作战沙盘旁，跟随虫灾世界的大夏中枢最高总指挥夏浩瑞上将。四周一片忙碌，警报声、通讯声此起彼伏。按理他不该出现在这样级别的会议上，但夏浩瑞坚持要他留下。他是希望的源头。夏浩瑞曾说，拥有传送门的人理应听见我们的战歌。天穹集团军，东南防线必须稳住。地脉集团军，封锁西北谷地。虫巢主力正在那里集结。在巨大的电子地图上，红色光点如潮水般蔓延，每一声确认都意味着又一片防线被点燃。我站在一旁，沉默地看着，心头压着一股说不出的沉重。当会议结束，他走上前一步。夏将军，如果势不可为，您可以通过传送门将部分人带到我们那里，那边安全，我们能安置他们。夏浩瑞微微一怔，随即笑了，那笑容里没有犹豫，只有平静与骄傲。你的好意我明白，但守土之责，我们责无旁贷。若为了苟活而舍弃疆土，那我们还算是大夏人吗？他顿了顿，声音低沉，却震撼人心。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倘若有一日我们真挡不住，请在你们的博物馆为我们这个世界的大夏留下一笔永不磨灭的荣光。我怔住，那一刻，他看见的不是一个将军，不是一个指挥官，而是整个位面最后的解压。5天的实现转瞬即逝，这几天里，岳伟峰几乎没合过影。他驾驶着雷泽机甲，化作战场上最锋锐的刀，无论人群多么密集，只要机甲出现，便如破浪斩龙，一人一斧，一城一阵。每一次出击都伴随着雷鸣般的能量爆裂声，每一次归来，机甲装甲上都布满标志，却依旧坦力如山。雷泽出击，同族退潮，这句话已经成了战线上的口号。而在基地另一边，素颜、沈明杰与万志渊昼夜不停的工作，他们通过岳伟峰传回的作战数据，重新计算了机甲的能量输出曲线、装甲受力结构和神经同步反馈延迟。一份厚厚的雷泽机甲全系优化方案终于定稿。这套方案一旦量产，沈明杰擦了擦满是黑眼圈的脸，笑着说：虫族再多10倍也不够看。素颜却长叹一声：如果可以，我真想留下来和你们一起继续完善。万志渊拍了拍他的肩：你们已经帮了我们太多，回去吧，把这些成果带回去，帮我们延续希望。传送时间临近，郑哲率领的雷霆特战队重新集结完毕，但他们带来的装备却整齐地排列在基地广场上，几十辆100式主战坦克，还有数百箱补给与弹药。我看着这一切，淡淡一笑：这些就留在这边吧，你们比我们更需要它。夏浩瑞愣了一下，随后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谢谢你们，不论未来你们在哪个世界，这里的大夏永远欠你们一份情。基地广场上风声烈烈，阳光透过烟尘照在机甲与坦克上，反射出耀眼的金光。我、素颜、沈明杰、郑哲等人站在传送门前，那一刻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彼此坚毅的目光和一个共同的信念：大夏不灭。我回到罗布泊后，传送门的能量还未彻底消散，安全局局长于国栋已经亲自等在出口。你们辛苦了，那边情况如何？素颜脱下防护服，神情仍带着未散的紧张。总体还算顺利，在我们与对面科研团队的协作下，利用丧尸世界采集到的玄辉石霜蓝晶与零碳钼矿，结合他们那边尚不完善的雷泽机甲方案，我们成功完成了原型机的构建与实战测试。他说到这里，眼中闪着光。实战表现极为出色，机甲的防御与火力都能对虫族形成压制，在东南防线的战斗中，一击就扭转了战局。于国栋听得激动，忍不住拍了拍桌面。好，
这是真正能扭转格局的成果。素颜的语气随即沉了下来。只是于国栋立刻收起笑容，目光锐利。说，素颜叹了口气，那边的供应链遭虫族冲击，几乎瘫痪，机甲的产能受限，即便我们提供了技术优化方案，他们短时间内也难以量产。他又补充道。此外，雷泽机甲需要特殊的神经同步者，而他们在战争状态下几乎无法进行系统的筛选与训练。于国栋起身，双手背在身后来回踱步，沉吟片刻。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没有人，没有产线，就算有技术也推不动。素颜点头。所以我和他们商量了新的合作方向，我们这边依托完整的工业体系，负责制造机甲组件，并在全国范围内筛选精神与神经强度匹配的适配者。只要他们自愿，我们可以组织跨界救援，派出真正的机甲驾驶员前往那个虫灾世界作战。会议室一片寂静，几秒后，于国栋深吸一口气，重重点头。很好，这才是我们大夏的风骨。异世界有难，我们不能只袖手旁观，必须援助。素颜微微一笑。接下来就看沉默这边的情况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我，我缓缓抬起头，眼神坚定。我也感觉到了，再过7天，我就能开启一个稳定的传送空间，到时候传送门可以长期维持，我们就能建立固定的通道。于国栋闻言，脸上露出抑制不住的喜色，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里带着由衷的赞叹。好，沉默，你这一趟开的是通往希望的门。随后，成果报告上交，一场史无前例的秘密会议在京召开，出席者寥寥无几。安全局局长于国栋、东部战区司令贺星耀、西部战区司令万宇翔以及大夏中枢战略委员会的几位核心成员，当3人联合签署的雷泽机甲制造体系专项申请报告递交上去时，会议室内一度安静到能听见纸张摩擦的声音。5分钟后，中枢批复，最高机密立刻启动代号雷泽计划，目标组建完整的机甲制造链与能源体系。执行部门全国重点科研院所与军工企业联合体。项目总指挥素颜沈明杰，这是一场足以改变世界工业格局的工程。不过，为了保密，计划对外的名义是第6代载人多用途空天机研发项目。几天后，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陆续收到中枢下发的加密资料，那是一批被高度拆解的设计图与制造参数。没有人知道这些图纸究竟拼起来是什么东西，但每一个标注的数据都让工程师们头皮发麻。这扭矩强度，我们现在的合金做不到啊！能源反应曲线也太夸张了吧？这不是和潜艇的级别吗？谁在搞这项目？这是人能干的事。所有人都在惊叹，却没人敢问，因为文件上清楚地写着：保密等级绝密，不得向外界透露项目任何细节。当他们进一步看到涉及的4种关键材料——玄辉石、双蓝精灵、碳钼矿、星辰钛合金时，整个科研界都震惊了。这4种材料，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量产这些高能材料？玄辉石、双蓝晶，听都没听过啊！可参数全都超越国际理论极限，即便顶级研究院也感到陌生。但每个人都清楚一件事：大夏正在悄然进入一个全新的科技时代。几天后，全国开始进入雷泽模式，上千个科研院所、数万家工厂、数百万名科研工作者在保密状态下同时开工，各地工厂昼夜轰鸣，生产任务如潮水般下发。航空、冶金、电子、能源、材料5大系统全面联动。与此同时，大夏商务部也悄然行动，以6代机项目为由，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收购稀有金属与关键化学原料。镍钛一俄稀土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连日飙升，外媒纷纷猜测，是不是大夏在秘密研制下一代战略武器？他们到底在造什么？一架飞机还是一台巨兽？而大夏的科研指挥中心只留下一句冷静指令：提高功率，扩大产能。雷泽计划全速推进。与此同时，针对雷泽机甲的神经同步者筛选计划，大夏也迅速启动了全国范围的行动。素颜他们带回的检测装置图纸被中枢列为最高优先级科研攻关项目。很短时间内，第一批检测设备便在军工院所中被批量制造出来。这些设备外形与普通体检仪并无太大区别，但内部的核心算法却能精准读取一个人的脑神经反射强度、精神共振频率与潜意识能量适配度。这些指标正是能否驾驶雷泽机甲的关键。首轮试验选择在全军体系中秘密进行，数百万现役士兵排队接受检测，各军区、各特战旅、各空天部队同步展开。检测结果汇总到素颜面前时，他整个人都沉默了。几百万人才筛出几十人。那份名单被红线标注，上面清楚地写着：高适配度级12人， B 级31人， C 级48人。沈明杰皱眉，太少了，这比例连1/1000都不到。东部战区司令贺星耀看完报告，叹了一口气。机甲驾驶果然不是普通人能承担的。说罢，他看向于国栋，要不我们扩大筛查范围，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全面检测。于国栋迟疑片刻，全面检测声势太大，会引起外界猜疑。贺星耀微微一笑，那就换个名头，以全国免费体检计划的名义。于国栋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点头道：好，就按这个方案推进。
同时，所有检测数据直连中枢加密服务器，严禁外泄。很快，一场史无前例的全民体检运动在大厦悄然展开。从大都市的白领到偏远山村的普通居民，所有人都接到了同一个通知：国家将启动免费健康检测计划，全面升级国民健康数据库。体检项目繁多，但有一项测试特别引人注目——神经反射与脑波共振测试。没人知道这项测试的真正意义，而在暗处，素颜盯着监控大屏上的实时数据流，看着那密密麻麻的脑波曲线闪烁，低声喃喃：14亿人啊，总该能找到一批能与机甲共鸣的灵魂。那一刻，大厦的每一处医院、军营、研究所都在为同一个隐秘目标而运作，寻找那些能与雷泽机甲心灵相通的共鸣者。就在大厦以第6代载人多用途喷天机研发计划为名，实则全面推进雷泽机甲制造体系的同时，大洋彼岸会场瞬间沸腾。紧接着，大厦政府进一步公布全面推进新能源战略，从能源到民生全部升级。家用层面，电炉、电灶、电热系统全面取代燃气灶、天然气灶等化石能源设备；交通层面，新一代核能电动列车、公交、电动舰船计划同步立项；工业层面，实现零碳排放电能生产链；消费层面，新能源车、智能家居、电动工具全面普及。整个国家仿佛在一夜之间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无限能源时代。网络上也炸了，电费变成现在的1/100，这不就是不要钱了吗？兄弟们，以后谁家还用煤气，直接用核聚变电呗。我爸刚换的燃气灶，看新闻直接气晕了，笑死。这波鹰酱制裁石油，结果帮大厦开了能源新纪元。这场本该是鹰酱能源卡脖子的经济战，却被大厦用核聚变技术反手掀成了新文明时代的开幕式。夜晚，罗布泊的天空格外明亮。我走在基地的院子里，脚下的地灯柔和的亮着，微风带着沙土的味道，却多了几分安宁。秦心玉陪在他身边，月光映在他的发丝上，柔和又温润。我抬头望着天边的星空，笑着说：从芯片开始，让每个大厦人都能用上更好更便宜的 CPU 和 GPU， 到今天用核聚变让全国人都能用得起电。我感觉我真的在带领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秦心玉歪着头，撑着下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夜色中，他的笑容就像一盏温柔的灯。是啊，他轻声道：多亏了你啊，沉默。我笑着摇头，我只是开了个门而已，真正让这一切变成现实的是无数个努力的人。核聚变研究所的齐明，计算所的白羽范，还有那些默默无闻的科研者、工人、工程师。他抬头望向那片被星光点亮的天空，语气变得坚定而温柔。这一切是属于大厦所有人的光。外界还沉浸在熄核点火的余波里，罗布泊那边的节奏却被另一件事猛地提速，要把那扇门彻底稳住，与虫在位面连成一条活生生的输送链，把援助、人力和物资全都送过去。雷泽机甲的第一批关键零部件已经按序堆上运输车，玄辉石、双蓝晶、零碳钼矿那些从异世界带回的怪异矿藏，装满了几个巨大的地下仓库，像一座沉默的矿山在等待命令。一切都在等同一个时刻。传送门稳住，门一开，货走人走，往返成列，军令如山。为确保对面战力与后勤疏解，中央抽调拱卫龙都的精锐第81神威集团军应令入列。天旋苍耀，赤霄3支合成旅整装待发，枪炮补给装甲工兵全套到位，连夜列装，拉网成队。率军出征的是中部战区司令葛兴泽，他站在集结场前，目光冷厉，像要把整个罗布泊看穿。身旁，西部战区司令万宇翔与东部战区司令贺星耀并肩而立，三人握手的那一刻，既是承诺，也是交接。葛兴泽应笑一声。我带着一整个集团军去对面救援，家里这一空档，你们可别让我回来发现家被人偷了。万宇翔拍着他的肩，信心满满。放心，我们手家有的是办法，你就把那边守好。贺星耀嘴角带笑，眼里有威胁的戏谑。要是鹰将敢在我们门口耍花样，我们就先露点狠招，真敢动手，保准他以后不敢想。三人相视一笑，笑声里有轻松，但更多的是压着的决意。话音落下，庄重笼罩，笑声收尽，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演戏，这关乎万千生民的存亡。万宇翔笑着，却压不住那份沉重。要说危险，还是你那边更凶险，毕竟是直面虫族的世界。司令部的调度大厅里，灯火骤明，巨大的战区作战板上，密密麻麻的线路交织如网，哪支部队护送矿石，哪一旅负责机甲组件装载，哪支工兵团开辟临时供电与加油链路，哪支防御连驻守前线，稳固后方。每一条线都是一根命脉，每一处标记背后都是成千上万人的性命。物资被编号、打包、加密，运输车队整齐排列，连普通工人的通行证都分等级，连夜下发，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影响整个跨界行动。我站在一侧，目光在运输车，在闪耀着蓝光的传送门，在那三位将领的身影间来回扫过。他知道这里的每一个决定都会被自己那扇门放大成现实。秦心玉走到他身旁，低声道：别担心，所有人都准备好了。我点了点头，语气平静却沉稳。我们把能送的都送过去，你们把能守的都守好。2个世界，
各自尽责。风卷起罗布泊的沙砾，呼啸而过，军旗猎猎作响，装甲的反光映着苍穹。那不是演习，也不是排场，这是动员，是交接，是誓言。门要开了，路要打通，灯要亮，火要点。万宇翔最后望着葛星泽，声音低沉却有力：出去的是我们的大夏脊梁，留下的是我们必须守护的家。时间一到，我深吸一口气，抬手，一瞬间，整个罗布泊的地下空间被蓝白光芒点亮，耀眼的能量漩涡在空气中成型。传送门彻底开启，那扇门如同一道光之幕墙，在轰鸣与低频共振中稳稳撑开。空间被扭曲，空气中弥漫着金属与电力的味道。我与素颜率先迈步而入，脚下的光影流转，他们的身影瞬间消失在蓝光深处。重灾世界大夏001号军事基地，此刻最高总指挥夏浩瑞已经在场。听到前线汇报，空间门开启，他几乎是快步迎出指挥中心的。当熟悉的蓝白光在空地上闪现，两道人影从光幕中走出时，他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你们来了。但很快，他疑惑地皱了皱眉。就你们两个？我笑了笑，眼中闪着光。当然不止我们。这次是永久联通。他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一丝骄傲。我们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话音未落，另一边的罗布泊，军号嘹亮，铁流轰鸣，中部战区司令葛星泽的怒吼声回荡在指挥频道。神威集团军随我出征。是。震耳欲聋的齐声回应，像雷霆一样滚过罗布泊的地面。天旋合成旅率先开拔，一列列100式主战坦克、自行火炮、榴弹炮与远程火箭炮，引擎咆哮，履带翻滚，尘沙弥漫，如钢铁洪流般涌向那扇传送之门。轰鸣声、光爆声、指挥声交织成一场跨界史诗。坦克首批穿过传送门，紧随其后的是苍耀龙、赤霄龙，整个集团军宛如同潮般涌入重灾世界。重灾世界的大夏中枢指挥区，震动几乎让地面都在颤。夏浩瑞亲眼看着那一辆辆涂着神威徽章的钢铁战车从光幕中驶出，蓝光反射在每一面装甲上，犹如钢铁巨兽踏入新生的战场。他喉头发紧，声音哑，几乎有些颤抖。真是太感谢了。这一刻，他明白，这不是单纯的援助，这是另一个世界的大夏把自己的压舱底主力全都托付了过来。纵使对面的大夏再强，这样的集团军也不可能有太多，能派遣一支前来援助已经很不容易了。当神威集团军的最后一辆装甲车踏入蓝白色的光，传送门的另一端，轰鸣声还在震荡不休。紧接着，第二波运输车队，车灯排成长龙，照亮整个重灾世界的夜空。一辆辆满载货柜的军用卡车驶出传送门，车厢内整齐堆叠着金属框架与能量模块，那是雷泽机甲的核心零部件。机械臂吊起，锁具解封，空气里弥漫着冷金属的味道与油脂的焦香。万志渊迎上前，眼中闪着无法掩饰的光。我脱下手套，笑着说道：“时间太紧，我们那边的生产线只来得及赶制出足够组装5架机甲的部件。”万志渊闻言一愣，旋即脱口而出：“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完成5架？”他心头震撼，目光不由得落在那一箱箱贴着零碳钼矿核心玄辉式反应舱的标识上。他知道每一件都意味着一场跨越世界的奇迹。短短几日就能在对面完成整机零部件的批量制造，那说明那边的大夏不仅稳定了跨界运输，更已经拥有了工业奇迹般的生产能力。他抿了抿嘴，感慨道：“你们那边的大夏真是强得令人敬畏。若我们这边的供应链没被虫灾撕裂，也许也能并肩同行。”我笑着摇头：“我们本就是并肩的。”只是隔着一扇门。就在夏浩瑞以为运输任务已经结束，准备下令关闭防区通道时，忽然又是一阵隆隆的轰鸣声从传送门另一头传来，蓝白光幕剧烈闪烁。紧接着，一辆接一辆军用运输车继续驶出，车厢上盖着厚重的防震帆布，侧面用醒目的红色油漆写着“特供军械支援”。吊臂掀开帆布，露出整齐排列的导弹箱、火炮弹药、机炮舱、反装甲火箭筒，甚至还有新型能量弹与电磁脉冲炮的模块部件。夏浩瑞一时愣住，震惊的几乎说不出话。这些都是……我笑着解释，语气平静却透着一股豪气。这是我们那边大夏的军械援助物资，武器、弹药、能量补给、机甲部件、应急医疗设备也在后面车队中，能送的全送来。那一刻，重灾世界的大夏官兵纷纷站起，看着那一排排跨界驶来的装甲运输车，眼眶都湿了。与此同时，在蓝星大夏的另一端，无数兵工厂夜以继日地轰鸣着，钢铁流动，火花飞溅，传送带的节奏连成一首机械交响。在一座兵器生产车间，2个工人边干活边嘀咕：“奇了怪，以前咱厂都维持最低产能，怎么最近突然全线拉满了？这节奏像是要开大战啊！你不知道？听说是上头准备大动作，要么打鹰将，要么……”他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笑了笑：“要打外星人。”打外星人？你别逗了。他们都笑了，却不知道这句话其实离真相极近。只是那场战争并不在这个世界，而他们手中拧紧的每一颗螺栓，装填的每一发炮弹，都将跨越空间之门，去支援另一个世界，那片正在被虫族吞噬的大夏。就在夏浩瑞看着那一车又一车无穷无尽的物资驶入基地时，他终于忍不住笑了。那是一种压抑太久后的释然与感动。谢谢你们，
他的声音微微发颤。感谢你们的援助，大夏不会忘记。话音未落，基地的警报骤然拉响，刺耳的红光旋转闪烁，扩音器里的声音急促传出：警告！西南方向发现大规模虫群，数量超过100万，正在逼近防线。夏浩瑞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糟了！还没等他下令，一声沉稳而有力的嗓音在作战大厅内响起。夏总指挥。只见葛星泽已经整装完毕，披着作战披风，神情冷峻如铁。西南防线由我们大夏神威集团军出战。夏浩瑞一愣，立刻摇头：不行，你们来自另一个世界，远道而来援助我们，我不能让你们去最危险的地方。葛星泽却一步上前，声音如雷：危险？那又怎样？他昂首看向指挥图上那片染成血红的区域，双眼如炬。纵使我们来自不同的时空，但我们同为大夏人。他高声喊出那句，震彻整个大厅：同宗同源，同血同脉。既然肩负大夏之名，那就一起守护未来的黎明。下一秒，指挥中心的广播响起：神威集团军全员出击！是！轰鸣声如山洪爆发，坦克引擎怒吼，重炮车列队出发，机步营迅速登车。葛星泽立于第一辆100式坦克之上，挥动指挥刀，身影在火光与尘烟间格外坚定。出征！万军铁流奔腾而去，蓝色的传送门余晖照亮了整个防区的夜空。一支来自另一世界的大夏军团踏上了为异界同胞而战的征途。夏浩瑞看着那支远去的钢铁洪流，喉咙一阵哽咽，只是低声呢喃了一句：他们真的是我们的同胞啊！我站在他身侧，目光深沉，心中也翻涌着热血与敬意。西南前线，战火人天，硝烟与血雾混在一起，防线早已摇摇欲坠。无线电里，嘶哑的求援声一遍遍传。这里是西南防线第3作战区，请求支援。同父，请求支援。然而，回应他们的只有虫群震天的咆哮。队长，弹药快打光了，坚持！话还没说完，一名年轻的士兵猛地摘下头盔，咧嘴一笑，露出一排染血的牙齿。队长，替我照顾好我娘。虎子，你干什么活？可那少年已经抓起机枪与炸药包，冲出了掩体。他一边射击，一边高喊着口号，声音被枪声淹没。几秒后，虫群中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冲击波掀起血肉与碎甲混成雨点洒落。虎子队长的吼声在战壕中嘶哑破碎。他知道那个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为防线多换来了几十秒的喘息。指挥部，我们快守不住了，西线阵地被突破了3层，请指示。队长捂着耳机大喊，他的嗓音被震动的爆炸声吞噬，脸上全是烟灰和血。他知道全国上下都在鏖战，西北、东南，虫巢如海，每一寸土地都在拼死抵抗。突然，耳机里传来一道沉稳的声音，透过杂音，却带着让人心安的力量。我是大夏中枢最高总指挥夏浩瑞，援军已经出发，10分钟内抵达你们战区，坚持住。如果局势失控，允许你们有序放弃外围区域，保存火种。队长浑身一震，盯着远处翻腾的虫巢，猛地一拳砸在胸甲上。听见没有？最高指挥部让我们坚持，所有人给我守住这道防线。一声怒吼，震得所有战士血液沸腾。战士们咬紧牙关，重新装填子弹，哪怕手臂在抖，哪怕呼吸都带着血腥味，他们仍旧端起枪，对准那黑压压的虫海。西南防线，浓烟滚滚，那支残存的小队靠着一口血，一股狠劲，硬是顶了下来。他们用几乎枯竭的弹药、手榴弹、炮弹，在短短几分钟内，竟生生逼退了数以千计的虫群。尽管虫巢只是暂时退去，可对这些早已力竭的战士来说，哪怕短短几分钟的喘息，都像是重生。队长靠在破碎的掩体边，满身血污，气喘吁吁地看着前方翻滚的虫影。援军还能赶上吗？他喃喃着，语气里掺着几分无奈。就在这时，20公里外，指挥车内，葛星泽披着防弹披风，站在装甲车前沿，声如雷霆的命令：全军听令，展开战斗队形。目标西南战区虫海正面20公里处，火箭炮集团装填，155重炮阵列准备齐射，115主炮，车载迫击炮，卡车炮全线开火，温压弹、铝热弹、白磷燃烧弹通通给我压上去，火力全开。是，短短几秒，天旋、苍耀、赤霄3旅的所有重炮口齐齐抬高，装填、点火。后座上千门火炮几乎同时咆哮，轰轰轰，地动山摇，整片戈壁被炸出了一个个翻滚的火海。暴风掀起的尘浪高达100米，连空气都被烧成了红色。前线的战士们正准备迎接虫群的下一轮冲击，忽然，他们听见空中传来一种久违的嗖嗖嗖声。下一秒，整个地平线被火光吞没，爆炸的冲击波扑面而来，烈焰映红了战士的眼睛，虫族被炸得血肉横飞，残肢乱舞，大地在轰鸣中颤抖。队长怔怔地看着那片燃烧的虫海，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却止不住的滑落。呵呵，来啦，援军来啦！他喃喃着，声音颤抖。我以为这一幕再也见不到了。自从虫灾爆发，供应链崩溃，那种震撼天地的饱和火力感激早已成了回忆。可如今，火再度烧起来了，炮声再度盖过了虫群的嚎叫。那一刻，他们终于再次看到
属于大夏的钢铁洪流重新咆哮，炮火后的硝烟尚未散尽，新的轰鸣又卷了过来。地平线尽头，虫巢再度翻涌，如一片黑色的海洋。那种密密麻麻的爬动声、嘶吼声、翅膀震动的嗡鸣，让空气都仿佛被撕裂。队长，虫海又涌上来了。那片被炮火轰成焦土的真空地带，此刻又被无数星虫填满，像从地狱里爬出的浪潮。后方20公里处，神威集团军的指挥中枢灯火闪烁，葛星则一手撑在战术沙盘上，目光锐利如鹰。无人机回传的画面显示，前线的守军人数稀少，弹药告急，防线随时可能被虫海吞没。他冷声下令：命令天选重装旅派出酸泥合成营，立刻前往支援前线。另外，炮火支援不中断，我倒要看看是他们的虫多，还是我们的炮多。是。下令之后，战场上再度轰鸣，无数火舌喷吐而出，天空被炽烈的弹道划破，虫海再次被掀翻成焦炭与血雾。前线的士兵看着那片火海，心中第一次生出一点久违的痛。你们这些畜生也有今天。队长万应天举着步枪，满身是灰，他笑着，却又紧紧皱着眉。忽然，一名战士激动地跑来：队长，我们的援军来了！什么？万应天抬头，只见远处尘土飞扬，一列铁流正疾驰而来，那是几十辆100式坦克、重型装甲车、战术步兵方阵，钢铁洪流席卷而至，炮口光亮闪烁。几分钟后，两支部队在前线汇合。我是防守此处的队长万应天，天旋合成旅酸泥营营长萧炎泽。听到这名号，万应天愣住了。神威集团军，我没听说过这个编制。萧炎泽微微一笑，我们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大夏。这一刻，风声都静止了。万应天愣了好久，忽然咧嘴一笑，笑着笑着，眼眶湿了。管他哪个世界的大夏，能来支援我们，就是兄弟。他伸出那只满是血泥与伤痕的手，萧炎则立刻伸手握住，力道沉稳坚定。万应天喉头一冷，这一段时间，太多战友死在他身边，他以为这场战争已经没人能救他们，而现在，他终于看到另一群同样穿着大夏军装的人从火光中走开。那一刻，他终于感觉到有人来了，来和他们一起撑起大夏的天。在萧炎泽率领的酸泥合成营加入战斗后，原本岌岌可危的防线终于稳住了。战场上的火光将天与地烧成一片赤火，机甲与装甲车的轰鸣交织在一起，弹壳落地的脆响，像是一首铁血的战歌。后方指挥车里，葛星则透过无人机的画面，看着那一望无际、仍在翻涌的虫海，眉头深锁。这虫族真是阴魂不散啊！他冷冷一笑，随即一拍桌面，传我命令，炮火阵线整体后移2公里，温压弹，全线压上。参谋迟疑了一下，司令，这一轮下来，弹药恐怕会……葛星则打断他，语气如钢铁般冷冽。弹药的事不用担心，后方补给正穿过传送门，全速前进。告诉炮兵，今天我们让虫海吃个饱。是。几分钟后，虫海的方向光亮连成一线，天空被火光彻底染红。温压弹爆裂的瞬间，空气都被点燃，燃料云团在爆炸中心翻滚，掀起的冲击波横扫数公里，一朵接一朵的小蘑菇云在地平线上此起彼伏，巨响震彻天地，地面被生生掀翻，虫群被高温与气压撕碎，连血雾都被卷入炙热的气浪中，化为一片焦黑的真空地带。前线的万应天抹了把脸上的尘灰，眼神里满是震惊。我靠，这火力也太凶残了吧！你们这炮弹是吃了核反应堆长大的吗？一旁的萧炎则笑了笑，解释道：这是温压弹通过燃料云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燃层，2次爆炸产生的高温与冲击波会把整片区域的氧气都吞光。简单说，能活下来的不是虫就是怪。万应天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此时，后方的葛星则再度下令：车载机枪，重火力小队全部前压，对剩余虫族展开地毯式清剿。是。顿时，数千挺车载机枪怒吼着向前推进，金属弹链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火线织成密不透风的网，将残余的虫族撕成碎片。西南防线终于稳住了。基地作战大厅里，一连串红色警示灯逐渐转为绿色，空气中弥漫的焦灼与紧张，这才一点点消散。夏浩瑞长长吐出一口气，整个人像是瞬间苍老了几岁。过去这半年，大夏四面受敌，西北虫灾爆发，他咬牙调出全国1/4的野战部队镇压，东南沿海失守，又抽调1/4主力驰援，剩下的零散兵力还要分布在中部与边境，支撑那些濒临崩溃的防线。如今的战线已被拉得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薄。而就在上次，那次突防的虫巢一路打到了基地外15公里，几乎要攻进大夏最后的中枢。若不是雷泽机甲原型机临时赶到，拼命死守，这座指挥中心恐怕早就成了废墟。可惜那只是唯一一架机甲，对于遍地都是火线的大夏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想到这里，夏浩瑞忍不住轻轻摇头，目光再次投向眼前的全息地图。还好啊，他低声道，声音里有一丝颤抖。还好你们来得够及时。他抬头看向我，郑重地鞠了一躬。感谢你们，你们真的救了我们。我伸手将他扶住，语气坚定。夏总指挥，
你我同根同源，都是大夏炎黄子孙，真正该被感谢的是那些还在最前线拼命的战士们，他们才是托起这片土地的脊梁。夏浩瑞沉默片刻，缓缓点头。是啊，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他望向墙上的电子战损表，冰冷的数字不断跳动，每一跳都是一条生命的消逝。那一刻，这位肩负整个大夏存亡的最高指挥官，眼神微暗，却又在低声呢喃：只要有一口气在，我们就要守住。夏浩瑞的目光落在那5架雷泽机甲的部件上，那些金属零件在灯光下闪着微光，像是沉默的希望。他伸手轻轻抚过一块星辰钛装甲板，声音低沉却充满力量：你们送来的机甲组件意义非凡，现在我们连打造一套完整机甲都十分困难，供应链被虫灾撕碎，能源、材料都紧缺。但有了这些部件，我们只需组装，就能再让5台雷泽机甲重见天日。一旁的万智渊博士早已顾不上休息，带着科研人员与工程兵连夜行动，把玄辉石电容单元抬进第2区实验间。小心震动，双蓝晶导能管要先预热到300度再对接，指令声此起彼伏，整个装配区灯火通明，机械臂在空中挥舞，焊接火花迸射。那一刻，空气里弥漫着久违的希望气息。我站在操作台前，一边看着图纸，一边汇报道：我们那边也在同步筛选机甲神经链接的适配者，目前的数据并不理想，数百万部队中只有不到100人能达标。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推算，我们预计全国筛查结束后，能挑出1万名合格的机甲后备操纵员，这已经是最乐观的结果。他说完，又看向夏浩瑞，语气沉稳：在我来之前，我们首长已经下令，全力支援虫灾世界的大夏，无论是机甲操纵员、能源补给，还是战备物资，能动员多少，我们就支援多少。夏浩瑞闻言，心中一震，他郑重地站直身子，朝我微微鞠了一躬：感谢你们的大义相援。我们这边目前的机甲后备操纵员大约还有300多位，但相较于庞大的战线，这点人杯水车薪。真正困扰我们的不是人，而是机甲不够。我点头，立刻回应：这一点我们已经着手解决。我们那边的雷泽机甲生产线刚刚启动，产能正在逐步提升，预计1个月后月产可达100架，3个月后月产将突破1000架。到时候我们会优先将一部分机甲成品运送到你们这里。夏浩瑞闻言，眼中闪烁出久违的光。太好了，只要机甲足够，我们就能稳住局势。等我们这边的适配者不够时，也希望你们那边能支援一批操纵员。我笑了笑，语气笃定：放心，我们是同一个大夏，你们需要多少，我们就送多少。另一边，科研区彻夜灯火通明，万智渊博士脱下防护手套，手掌满是汗与烧痕，却连片刻都不敢停。加把劲！他嘶哑着嗓子喊道：每快1小时，前线就能少牺牲一个人。钢铁的轰鸣在车间回荡，焊花如星雨四溅，技术员们红着眼，顶着疲惫，在高温与轰鸣中与时间赛跑。运输吊臂缓缓移动，巨大的星辰钛合金胸甲被装上机体骨架，玄辉石核心稳固地嵌入能量舱，双蓝晶导流管发出幽蓝的光，零碳钼矿的能量脉络沿机甲全身延展，如同为他注入一条生命的血脉。与此同时，前线岳伟峰驾驶着目前唯一一台雷泽机甲，仍在虫海中辗转鏖战，机甲的表面早已布满伤痕，能量护盾频频爆解，可他依旧不肯退。再坚持一下，只要新机甲一到，防线就能稳住。他几乎咬着牙念出这句话。星辰战斧划过长空，一斧下去，数十只虫族被劈成飞灰，燃烧的虫血在装甲上炸开，将这具钢铁巨人染成星火。岳伟峰的声音透过通讯频道，低沉而坚定：我能撑，雷泽还能再战。基地这边终于传来捷报，在万智渊博士与众多制造专家、研究员的共同努力下，5台全新的雷泽机甲正式完工。通宵不眠的技师们瘫坐在地上，看着那5具傲立在灯光下的庞然铁躯，眼中尽是泪光。这就是我们的奇迹。随后，机甲候补区安静的出奇，没人争功，没人喊要第一个上，所有合格的适配者都沉默地将操作权限让给最合适的前5。去吧，带上我们的怒火替我们打回去。短短几句话，却如同一场无声的誓师。当天凌晨，001号基地5具雷泽机甲整装完毕，装甲反光，能量舱亮如星辰。雷泽2号至6号出发，随着指令落下，5道巨影猛然弹射着，地面扬起漫天尘浪，他们撕裂夜空，朝着最危急的防线轰然奔赴。我站在基地的高台上，看着那几架雷泽机甲拖着灼亮的烈焰，义无反顾地奔赴虫海前线。他久久没有说话，只是深深吸了一口气，喃喃道：正是因为有他们，万家灯火才能不灭。风卷起沙尘，掠过他脸上的疲惫，却掩不住那一丝敬意。前线战火如昼，岳伟峰的机甲孤身伫立在废墟之间，钢铁巨躯满是伤痕，能量护盾早已破碎。他咬着牙，控制那柄已经焦黑的星辰战斧，每一次挥舞都伴随着刺耳的能量波在警报声。无线电里传来战友的嘶吼：岳哥，你撤吧，这儿交给我们。岳伟峰大喝：
你小子当我是傻的？我撤了，你们就成虫族的活靶子。另一名士兵红着眼，看着屏幕上那台机甲的装甲板已经布满猎物，内部温度不断飙升。月哥，你真不能再打了，机甲操纵员太稀有，大夏需要你活着。短暂的沉默，岳伟峰握紧机甲操纵杆，指尖微微颤抖。他知道这话没错，每一个适配成功的机甲驾驶员都是国家的至宝。可他更知道，如果他退了，这里的人就没法活。可我看不得你们替我牺牲，我们同生共死。说罢，他猛然吼出一声，操纵着机甲再次跃起，战斧横扫而出，血光、火光交织成一片地狱。然而，就在虫群即将将他彻底吞没的瞬间，轰！另一道巨大的光影从天而降，一柄新的星辰战斧闪着蓝光，硬生生劈开了扑来的虫巢。前辈，我来支援了。通讯频道中传来年轻而坚定的声音。岳伟峰怔了一下，鼻头一酸，哑声笑了：“你们终于来了啊！”话音刚落，他彻底力竭昏迷。新的机甲战士接替了他的阵位，抬手便是连环重斩，挥舞的斧头撕裂虫海。随后，他将岳伟峰撤离到安全地方，又顶上了前线。他一边战斗，一边低声呢喃：“岳哥，你先歇一会儿，前线交给我们了。”而那一刻，整个战场的频道里，无数人都在喊同一句话：炎黄不倒，大夏不灭。基地之内，灯火彻夜未熄。万智渊博士刚刚带人完成5架雷泽机甲的最终调试，还未来得及喘口气，传送门那头的光芒再次闪烁，咚咚咚，一辆辆巨型运输车从蓝白色的能量漩涡中驶出，车厢打开，整齐码放着新一批机甲零部件，数量10架份，空气似乎都被这批钢铁巨物震得发颤。看着那一车车的材料，万智渊又惊又喜，嘴角抽了抽，最后只能苦笑着拍了拍额头。唉，这是幸福的烦恼啊！助手在一旁笑得前仰后合，博士，您这话太凡尔赛了。要知道，这些机甲部件可是对面世界几十万人联合打造的成果，几千家科研院所与上万家工厂全力以赴，才造得出这么一批。另一名研究员一边搬运，一边感叹：“是啊，以我们这个世界的生产力，能攒出一套都难。结果现在人家一批一批往这儿送，跟白菜似的，还带版本更新呢。”一时间，整个研发车间的空气都充满了兴奋的味道。好了，少感慨，多干活。万智渊一挥手，从现在开始，24小时不间断组装，要让这些家伙尽快上战场。焊花飞溅，机械轰鸣，科学家与工程兵、技师与学徒并肩作业。他们知道每提前1小时完成，前线就能少流一份血。与此同时，传送门的另一边，罗布泊的补给指挥区同样一刻未停，武器、弹药、药品、燃料源源不断的被打包、装车送入光门。虫灾大夏世界，东南防线的天穹集团军，西北腹地的地脉集团军，经历了漫长的鏖战，已经疲惫到极点。前线指挥部里，司令的嗓音嘶哑：“再这样打下去，弹药全空，难不成要跟虫族拼刺刀？这仗还怎么打？”参谋无言，满屋的气氛沉得能滴出水。外头的炮声早已稀疏，火炮组一个个趴在地上清理弹壳，那种打空了的绝望，正要将整个战线吞没。就在这时，远处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嗡嗡，一辆接一辆的运输车冲破尘烟驶入阵地，尘土未落，车厢的铁门就被掀开，一箱又一箱的155毫米重炮弹从车上卸下，标有大夏战略支援物资的箱子堆成了小山。后方道路上，长龙般的火箭炮阵列正在进场，尾灯闪烁成一条红色的钢铁河。指挥官愣了几秒，随后猛地一拳砸在桌上，大笑起来。呵呵，我看见希望了。当第一轮支援弹药装填完毕，天穹与地脉2大集团军的火像沉睡许久的巨兽被重新唤醒，榴弹炮的怒吼再度震裂夜空，火箭弹群如流星雨般坠入虫海，温压弹的爆焰一朵接一朵，在地平线绽放成蘑菇云。天上，无人轰炸机群低空掠过，精准投下的高爆弹连成一片纸钱，仿佛整片天地都在燃烧。虫群汹涌而来，却在这地狱般的火海中被炸成虚无，血与烟化作翻滚的飞机。一个被硝烟熏得满脸漆黑的士兵抹了一把脸上的灰，扯着嗓子嘶吼：“弹药够了！”火力全开。下一秒，整条战线同时轰鸣，炮火连天，震撼山河。地面在怒吼，空气在颤抖，那是2个大夏的联合怒吼，2个世界的钢铁意志汇聚成的回声，用烈焰与钢铁在虫灾肆虐的一劫，为人类重新夺回希望的边界。与此同时，虫灾世界的大夏腹地，各处医院灯火通明，却满是焦灼的气息。手术室外，担架一辆接一辆的推进来，染血的绷带，焦黑的装甲碎片，诉说着前线的惨烈。医院院长站在走廊尽头，看着那一排排临时加床的伤员，眉头皱得像要拧出水。这些人都是英雄啊，可英雄也得有人救，可我们连药都快没了。主任医生快步走来，语气里带着焦急：“院长，止血针、抗感染药都见顶了，再这样下去，很多重伤员都撑不过今晚，那就去别的医院躲，哪怕抢也要弄来点药。”主任苦笑着摇头：“我打过几家电话，大家都一样，都没药可分了。”院长无力地靠在墙边，嘴里低声喃喃：“连我们医护都要被困死在这场虫灾里了吗？”空气凝滞，走廊里只有仪器的滴答声。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卡车引擎的轰鸣，泪水滚烫滑落。
太好了，有救了！我们的英雄有救了！随即，整个医院沸腾了。护士们推着药箱飞奔，医生们重振精神。病房里原本奄奄一息的战士，也重新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输液上，氧浓度提高3点。别怕，兄弟，有药了，你能活。那一夜，手术灯彻夜不息，从战火前线到医院深处，希望重新亮了起来。另一边，现实世界的大厦，自从时空门计划启动后，这个世界的节奏悄然加快，大批量的军队和机甲进入。短短半个月的时间，虫族就被打得落花流水，甚至虫族的皇都举着白旗想要投降认输。但非我族类必有一幸，国家下令推平虫族。半年后，虫族已经被灭。我在异世界内被授予博士的荣誉，回到夏国，我同样被授予博士的称呼。无数人纷纷前来祝贺。不过几天过后，眼前再次出现倒计时，我顿时知道新的征程即将开始。